刚下朝还没2分半，皇帝竟就被雷给劈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皇帝不仅没死，还意外拥有了读心能力。这才得知所谓君臣得宜，后宫和睦，儿女孝顺，原来都是假。王御医，陛下到底怎么样了？你是太医院医术最高明的人，有没有是你好歹智慧一生啊？皇后娘娘息怒，陛下的脉象沉稳，身体并无大碍。无大碍，既无大碍，那陛下为何不行？这都已经第3天了，莫不成是被雷劈坏了脑子？从脉象上看，陛下脉象从容和缓，节律均匀，分明就是一个身体康泰之人的正常脉象，压根就没有任何不妥啊。那为何陛下就是不行呢？可能是因为陛下日理万机，这几天没有休息好，累了些，所以睡得沉了。那也没必要睡这么久吧？陛下脑子不会真被雷劈坏了吧？这可怎么办呢？皇帝要是真龙玉并天了，老娘也不知道能不能安稳成为太后。哎呦，本官这副老虎头哟，这膝盖可真疼啊！皇后娘娘什么时候才能放我们回去？居然有人敢在朕的寝殿里大声吵闹，还有皇后竟然诅咒朕并天，放肆，简直是太放肆了！居然还敢当着朕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放肆！陛下，陛下您终于醒了，太好了，太好了！快，王御医，快给陛下看看！吓死老娘了！还好还好，不会做寡妇了。还是得有个自己的孩子才行。不过自己生太疼了，回头看看哪个皇子还行，凑合凑合吧。刚刚是皇后在说话，可朕分明没看到她张嘴呀。是皇后娘娘。皇帝为了验证心中猜想，于是一直盯着王御医，这可把王御医紧张坏了。陛下看我做什么？莫不成是我哪儿做的不好，要拿我开刀？应该没事吧？陛下身体好着呢，我这最近也没做什么啊。奇了怪了，这王御医也没张嘴说话呀？难道朕被雷劈了一下，有了这读心的能力？哈哈哈！没想到朕还算是因祸得福了。古有读心术一说，朕儿时看书泼洒，晓得安熟人心，利用人心的法子，帝王心术亦是其中典范。只不过相比朕的这种能力，简直拍马不及呀！1、2、4、5、7都有母妃，不妥。3皇子今年都23了，养不熟也不行。6皇子性子愚钝，不成。8皇子还行吧，马马虎虎。9皇子，唉，还是算了。皇上估计都快忘了这个儿子。哼，朕的儿子就这般廉价，被挑挑拣拣成这个样子。真是太好了，陛下醒了，我这把老骨头终于能回去歇着了。不知道下人给我买了烧鹅没有？平时嘴上说着粗茶淡饭，勤俭节约，从不吃荤腥，朕为此还颇受感动，令全宫节衣缩食，感情全都是骗朕的。幸亏没事啊，还以为要跟着陛下殉死呢。我这才入的太医院，得亏是没事，不然还能不能活着回去都是问题。在宫里做御医可真不容易啊。呵，给皇帝殉葬怎么了？给皇帝殉葬那是你的荣幸。之前第一次见还觉得这家伙嘴严老实，现在看来区区一个御医，居然敢在心里埋汰皇帝，真是好大的狗胆。陛下居然醒了，这可怎么办呢？我才刚收了灵侍卫给他定金，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啊。我这怎么跟大皇子交代啊？这又是哪个狗奴才说的话？居然胆敢诅咒朕要驾崩吗？还有什么灵侍卫？大皇子的，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大皇子要造反吗？众人只见皇帝面色不悦，都是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只好眼观鼻鼻关心，继续心里念叨。这口苦了刚醒的魏皇，只觉耳边叽里哇啦，声音乱糟糟的。他现在又不能很好的掌控这个突如其来的能力，所以没消一会儿，他就被烦得脑瓜子疼了。够了！陛下息怒，这又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就发起了火来了？莫不成我把脉时间太长，皇上不耐烦了？还是我这下手太重，弄疼皇上？陛下怎么了？可是哪有不是？王御医把脉时间是长了点，陛下再耐心等等，外面后宫众人和大臣们都还候着呢，他们可都在外面等了2、3天了。你们……李公公察言观色，停顿片刻，见皇帝不再言语，快步走上前来。陛下可有事吩咐？这突然间龙颜大怒的，真叫人心慌啊！别是那雷氏上苍给陛下启示的吧？哎呦，糟了！我昨儿就不该接贤妃那袋金子，可千万别说我的不是才好啊！这厮跟着朕也有20多年了，原以为是个忠心耿耿的，没想到他居然敢收贤妃的贿赂。魏皇实在忍不住了，他生怕自己再听下去，会直接下令把他们拖出去都砍了。不行，无凭无据就要砍人，不是一代明君所为。朝臣多半会跟皇后一样，觉得朕是被雷给劈傻了。你们都下去吧，朕无事。真的是吵死人了，早朝大臣们吵架都没他们这么烦的，朕算是知道了。一个人面上老实不算什么，在他们心里可是异常活跃着呢，真是什么都敢想啊！
一下子耳根清净多了。看来这个能力还有距离限制，那早朝朕岂不是不能听到全部大臣的声音了？还得叫臣子们一个个上前才能听到。皇后看着皇上皱眉不语，也是怕触了眉头，不敢轻易言语，只得继续心里抱怨：陛下这是怎么了？醒来怪怪的，别真是被雷劈坏脑子了吧？朕昏迷几日了？陛下昏迷有3日了，多亏上苍保佑，陛下龙体无恙，不然再多熬1日，臣妾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朕要不是能听到你的心声，还真就被你哄得团团转了。听听，朕自从醒来都听到了些什么？驾崩、寡妇、诋毁、打皇子主意。朕以前是有多愚蠢，一直以为皇后端庄贤惠，母仪天下，乃天下女子之表率。现在，呵，幸好陛下无事，臣妾真是太忧心皇上了。哎，看什么呢看？要不是为了显得憔悴些，你当老娘乐意光着脸来，别是觉得我丑了吧？朕醒来不过1刻钟的时间，皇后埋怨朕的话耳朵都能听出茧子来了。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皇后啊！算了算了，赶紧找个话题，要不听得朕耳根子又疼了。朕昏迷的这3日，前朝后宫可还安稳？男人只是昏迷，朝中竟有一半人都想着他快点死，就连他最信任的丞相竟都准备谋反。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幕后还有皇子参与其中。原来这个男人是大魏的皇帝，就在3天前意外被雷给劈了。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没死，还意外拥有了读心的能力。这才方知身边之人全都是些心口不一的两面人。朕昏迷的这3日，前朝后宫可还安稳？都还好，后宫姐妹甚是担忧陛下。这几日，李贵妃他们都轮流抢着要来市集，不过臣妾怕打扰到陛下休息，就没让他们来。至于朝堂上那些事，臣妾也不懂。那日事发突然，丞相他们都亲眼瞧着了。臣子们忧心陛下身体，一直守着不肯离宫。正因如此，臣妾不好多加阻拦，只得让他们暂时在宫里先歇着了。魏皇垂着眼皮，盯着被子上的龙纹，看似是在深思，实则在探听皇后心中的想法。公孙派那老不死的，什么担心陛下身体？嘿，分明就是盼着陛下早日病天，自己好用2皇子上位。这个狗东西！他怎么能如此粗俗，居然口出秽言？短短时间，皇后的形象太过2极反转，魏皇一时连丞相公孙泰想用2皇子上位这种大逆不道的事都不怎么震惊了。毕竟想想也是，2皇子的生母贤妃乃丞相之女，他们本就是姻亲，有所勾连也在情理之中。谁不想做皇帝呢？他们如今可都在外面。是，都在外面候着呢。陛下可要见见？先让丞相他们进来吧。是，臣妾这就去。魏皇想了下，还是觉得先听听这些臣子的真实想法，再做打算的好。他对这些人还是有些信心的，毕竟这可都是他大魏的中流砥柱，是他一个个亲手提拔上来的肱骨能臣。这些年君臣得宜，朕的臣子们肯定是不会背叛朕的。陛下还活着呢，陛下被雷劈都没死，牛啊！陛下居然没事，啧，这3日真是白琢磨。还好，多谢上苍保佑，陛下安康。这要真给了2皇子上位，那公孙泰还不得活剐了我？咦，陛下看样子身体还不错，应该是真没事了。站队站早了，果然陛下金龙护体，哪那么轻易就死了？等会儿回去还是跟李大人他们再商量下。魏皇是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寝殿里跪着的16位大臣，竟有一半都希望他被雷劈死。他怒极了，也恨极了。朕人还没死呢，居然就这么琢磨起朕的龙椅了。朕以往难道对你们不好吗？你们不都是朕提拔上来的吗？说好的君臣和睦，赤胆忠心呢，原来都是演给朕看的呀！魏皇强压心中的愤怒，生怕自己没忍住情绪上脸，而久跪着的大臣们却是相继疑惑了起来。陛下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不叫我们起身？难道是要昏过去了？都起来吧！魏皇知道这群人善于察言观色，内心多做琢磨，毕竟能当上官的可没有愣头青，但是想不到这些人会在心里泛起这么多的心思。陛下昏迷多日，臣等甚为担忧，不知陛下龙体可还安养？魏皇一看到丞相那张板正的老脸，就想到他跟2皇子之间的那些勾当。朕无事，丞相，这几日朕昏迷，朝中可有大事发生？回陛下，朝中一切安稳，陛下尽可安心休养身体，臣等定为陛下排忧解难。丞相声音诚恳洪亮，态度真挚忠贞。这要是魏皇以前，那肯定是感动的无以复加。现在他只觉得自己是真瞎了眼，可惜了这个大好机会。丞相不愧是丞相，心机深沉，做事谨慎，连心里在想什么都很是节制。魏皇等了会儿，没有再听到公孙泰心里想的什么，于是他也没急，转头又去问了其他大臣，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等16个人，魏皇都一一询问了，问的都不是多要紧的话，主要还是想多听听这些人的心里话。
嘴上说的都是假的，可心里话是做不了假的。寝殿内的这头是个怀心思，寝殿外的那头却又是另一番模样。外面泾渭分明，宫妃们一边，皇子皇女们一边，宫妃这一边吵吵嚷嚷的，毕竟后宫的女人凑在一起，少不了争风吃醋、阴阳怪气的。相比之下，另一头的皇子皇女们却是要安静得多的。就是这样的场合中，谁又能想到后面靠墙的角落里竟站着一个风姿卓越、眉清目秀，但却是一副表情呆滞痴傻的少年，任谁乍一看都以为会是个傻子。当皇帝狗都不当，没看到我头上还有8个兄长吗？我又不是雍正爷。原来他是来自现代的穿越者，别人都是利用金手指攻略天下，他却是利用脑中平板天天看动漫，摆烂躺平享受生活。殿下，陛下醒了，奴婢刚听前面说的。听到有人叫自己，魏玉回过神，关掉正在看柯南的平板，呆板的目光瞬间变得有神起来。别慌，别急，刚刚前面那么乱，但又没我们这些皇子皇女的事。反观丞相他们进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是陛下醒了，以后少火急火燎的去人家那儿打听消息。小安子，魏玉的贴身小太监，6岁起就跟在魏玉身边了，到现在11年时间，按理说应是最了解魏玉的人，但偏偏这孩子脑子缺根筋。殿下，您是不是又嫌弃奴婢蠢了？没有，哪能呢？我这不是怕你出事吗？你要出事了，你主子我可咋办啊？殿下放心，奴婢很聪明的，才不会出事。呵呵，你刚跑前面还听到什么了？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听到？那你跑回来干嘛？啊？有事你殿下我会不知道？奴婢一个不起眼的人，肯定是没人理的。八殿下被3公主叫去了，殿下您又在发呆，等会儿有事肯定没有人叫您。奴婢是过来提醒您的。好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傻子！魏玉都气无奈了，在关键时刻打断他看动漫，这要换个人铁定遭雷劈。哦，对，父皇就是遭雷劈了来着。我的天，这被雷劈了还能醒过来，医学奇迹啊！我那父皇到底是半身不遂呢，还是中风成植物人呢？殿下您要继续说下去，奴婢估计咱们得人头落地了。殿下，您还是去前面跟八皇子他们一起站着吧。丞相大人他们都进去了，这要等会儿陛下要见你们，您若是不在，贤妃娘娘他们又该说您不是了。是啊，鸡婆的贤妃娘娘。贤妃，一个为了自己儿子能荣登大为，从而黑遍天下无敌手的毒辣女人，甚至就连魏玉这个没有母族后台的小透明皇子都不准备放过。惹不起，惹不起啊！你说的有道理，八哥在哪儿？带我去找他。八哥，静安妹妹。九弟你来了，我还正准备找你呢。九哥好，八哥，我不用猜就知道，九哥刚刚肯定又是去偷懒了。八皇子与3公主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2人跟魏玉一样，早早的就没了母妃，3人从小就在宫里相依为命，抱团取暖。啊，对，明儿，九哥不给你带桂花糕了。别啊，九哥，我错了。九哥刚刚怎么可能去偷懒呢？肯定是去给父皇祈福了，对吧？呵，改口也晚了，你已经得罪我了，扣掉你下一次的桂花糕。哼，九哥你真小气。好了，你俩别闹，这都是人呢。八哥，父皇醒了，皇后娘娘那边怎么说？皇后娘娘身边的王公公刚才过来了，他提醒大哥他们再耐心等等，应该是等会儿父皇就要见我们。都见？估摸着是吧？公主们不确定，总归皇子们是肯定要见的。魏玉最烦的就是见皇帝了，他回忆起原身这从小到大的15年里，见到皇帝的次数屈指可数。毕竟母亲去世的早，又是个不得宠的人，母家势力又不显，连带着他这个皇子都不得皇帝注意。他每次面见他这便宜父亲，都被身边人耳提面命礼仪规矩，随后还要询问功课情况，回答不好还得挨批挨罚。一个字，真 TM 累啊！和3公主分开后，魏玉便和八皇子去了皇子那边站着。兄弟2人过去的时候，并没引起前面几位兄长的注意，只有7皇子看到了。7皇子和8皇子同岁，但却是贤妃所生，与2皇子乃是一母同胞。你俩倒是能跑，也不知道你是想表达啥。魏玉平常就是个小透明，除了8皇子，跟其他兄长没多少交集。七哥说笑了，我跟九弟只是去见了3妹。7皇子没说话，连头都没转，他不搭腔，魏玉兄弟俩自然不会自讨没趣。8皇子说完就又退了回来，跟魏玉站在一起候着。就这一会的空，魏玉转头就打开了脑中平板，继续看动漫。就在魏玉快要看到结尾的时候，旁边人一个手肘拐了过来。出来了，别发呆了。魏玉被惊醒，收了平板，看向前头，只见紧闭的寝殿大门打开，大臣们相继走了出来，离得有点远，前面站的人又有点多，看不太清大臣们脸上的神情，只能够感觉到走路时的步伐有些沉重。被骂了，
李公公过来了，估计是父皇要叫我们进去，你等会可千万别发呆啊。八皇子自幼跟魏玉一同长大，两人也就相差1岁，但作为兄长，八皇子可太知道他这九弟是个什么性子了。看起来老实，实则胆大妄为。你平时上课不认真也就罢了，这会儿好不容易见到父皇，可不准走神，知道吗？妈妈桑，小小年纪就开始变男妈妈了。知道了。八哥，你快别说了，李公公来了。陛下，请各位殿下进去。陛下刚醒，精神不济，请殿下们莫要让陛下久等。这平常也不见李公公这么催，父皇精神不济了，难道不应该不见人？还催得这么急，是父皇情绪不济吧？果然，丞相他们肯定是被骂了。多谢李公公，我们这就进去。魏玉排行末尾，本以为这次过来就是走个过场，没他什么事的，哪知道他们进去后才刚跪下，正要喊参见父皇呢，众皇子的跪拜声一下就噎在了喉咙里。你们简直是放肆！父皇息怒，这什么情况？干什么了他们？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火啊？大2、3、4、5、6、7哥做的事关我啥事啊？我简直比窦娥还要冤啊！皇帝有一个奇葩的儿子，每天不是哄骗醒太监的糕点，就是看着天空发呆，就连争宠的机会都会主动让给其他人，这让他大感意外，利用读心能力，这才得知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结。原来他这个儿子那是连皇帝都不想当，只想着刷剧追书。你们简直是放肆！父皇怎么生这么大气？莫不成前头公孙派说了什么？这个老东西可恶，肯定是说了不利我的话。难道是外祖和母妃的计策暴露了？不应该啊，真要暴露了，父皇应该早就下旨了吧？那到底是什么值得父皇发这么大火？户部在大哥这边，丞相和二哥是姻亲，这几日他们动静不小，想来是有人向父皇告发了。肯定是老大老二的错。属实是殃及池鱼啊！好饿啊，不知道嬷嬷准备吃的了没？呵呵，真是蠢货，活该！完了，父皇发怒，这次还不知道怎么罚我们。闭门思过，都是小事，千万不要罚抄书啊！上天保佑，阿弥陀佛，罪过，不要是抄书。对了，九弟在干嘛？不会又在发呆吧？几个皇子中最吵的就是八皇子了，啰啰嗦嗦的，比和尚念经还要过分。魏皇被他念的气都消了一半。魏齐。叫我做什么？为什么要叫我？难道是我做了什么，所以父皇才发火的？儿臣在。你过来，上前几步。朕许久未曾见你了，让朕看看。八哥这事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得到父皇的认可了，可喜可贺，为八哥加油，为八哥鼓掌，为八哥欢呼。八哥出息，我出息。八皇子也是一脸懵，回忆了一整年，愣是没想起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能引起他父皇的注意。所以我到底是做了什么？父皇做了什么？呵，那得多亏了皇后，毕竟你这八皇子可是皇后挑拣半天，精心选出来的呀。好家伙，八哥站的真儿子啊，跟鹌鹑一样，大气都不敢出吧，可怜见的。魏玉一边给他八哥默哀，一边又打开了脑中平板，准备再次摸鱼。毕竟要有好事，前面几个自会瓜分干净，这个不必争也争不到。若有坏事，那几个也会互相甩锅，给对方挖坑，左右也扯不到我这个老妖身上。不管了，追剧。这小子除了想的有些乱七八糟、聒噪些外，倒是并没有什么大不敬的想法。不错，至少本性不坏。再问问这小子最近功课学得如何？你近日的书都念到哪儿了？太师可有布置功课？功课是什么来着？太师前日都讲了什么来着？我好好想想啊。别急，都怪九弟，前个大晚上没事跟我讲什么鬼故事，我这一下全给忘了。红衣小女孩，红鞋子，晚上他们不会来找我吧？九皇子呢？也给朕过来。父皇这是又气着了呀。气归气，没事叫臭老九做什么？那傻子还能惹事呢？一群人心思各异，都等着魏玉上前。然而过了3、4秒都没见人站出来。魏皇眉头紧皱，闭眼望向最后面跪着的人。魏玉，要死啊！他说了多少遍不准发呆，他居然还真的给我发起了呆。父皇在叫他啊，这混账！一旁的李公公瞬间收到信息，二话没说就下去找九皇子了。李公公的脚不轻，但殿内所有人的注意力却都在他身上。九殿下，陛下唤您呢。魏玉正欣赏下集预告呢，这耳朵边冷不丁有个阴柔声响起，吓得他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这尼玛跟上课看小说被老师点名一样，太惊悚了。魏玉反应很快，多年上书房摸鱼经验让他半秒就关了平板，然后若无其事抬眼观察四周情况。李公公怎么站旁边了？感觉不太妙啊。九殿下，陛下唤您上前呢。
您请着。完犊子，摸鱼摸到鱼雷上了！我这啥事也没做的，这婆爹为啥突然叫我啊？总不至于是因为看到了八儿子，所以父爱泛滥的想到了我这个九儿子，然后就点名想要见救大命啊！魏皇看着这个站起来的儿子，内心百感交集。他是真的对这个儿子印象不深，只偶尔听后宫众人说什么九皇子纯良憨直，老实本分，其实就是说九皇子脑子不好。被雷劈了就好好休息嘛，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拼，真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猝死废，所以让我把预告看完怎么了？绝对是这臭小子的生意。不过预告是个什么东西？把预告看完又是什么意思？父皇万安，儿臣刚刚挂念父皇身体，一时走神，未曾听见父皇的话，还望父皇小心身体，莫要动怒。我要是不知道九弟你的性子，我还就真信了。哦，你既这般孝顺，那不如跟朕说说，朕昏迷的这几日你在做什么？这要我怎么说嘛？难道说我每天除了骗小太监糕点，就是刷剧看小说？说我自己是个文学爱好者，爱好看书。堂堂一个皇子，居然每天都骗小太监糕点，丢不丢人呐？还有什么刷剧？剧是个什么东西？看小说，小说是什么？书籍。至于文学爱好者，意思马马虎虎，倒是能理解。这个魏玉到底怎么回事？竟喜欢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回父皇的话，这2日您身子不适，儿臣们心焦，但除了去上书房念书，儿臣也不知道该干嘛，索性就一直在殿内看书了。看小说也是看书嘛，我这么个小废物，就算皇帝驾崩了，那也跟我没关系啊，我才不跟大哥二哥他们抢皇位呢，做皇帝麻烦。咦，他俩这算是造反吧？造反成功的案例少，风险系数高，不提倡。魏皇目光沉沉地看着魏宇，都不知道是该骂他撒谎呢，还是该批他大胆呢。朕听闻你跟你八皇兄之间兄弟情深，你2人谁的功课更好？你这真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怎么整得跟过年长辈问孩子作业写完没一样？烦人！父皇原来还没忘记功课的事呢，可这要怎么说啊？难道说我跟九弟平时上课都不敢认真？太师布置的课业从来都只故意写一半，所以一直都是兄弟中最差的。这一下就给魏皇整沉默住了。不过魏玉却是皱起眉头，故作苦恼的同时，还可怜巴巴的瞅了眼魏皇。这乍一看确实像个脑子不好的。回父皇，儿臣愚钝，学业上向来不及8个比我要好。好不容易得到老爹注意，还是帮8个一把吧。他还有3公主要保护，能谋点小差事也是好的。8个发达了，我也能跟着享福。这小子居然把争宠的机会让给了别人。魏皇深知不受宠还没母妃庇护的皇子，在宫内生活会有多么的艰辛。他本以为自己就算没有读心术，也是很清楚这些小子们想法的。但没想到，就短短几句谈话的时间里，这个被自己忽视的小儿子，居然就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九皇子魏宇不想争宠，也不想做皇帝，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又不受宠的透明皇子，但却在一次见驾中被赐予可以亲近皇帝的世叔之职。他知道这是皇帝对众皇子的制约之策，而他不知道的是，这老登进拥有读心能力，清楚知道他们心中所想。你不想争，朕偏要你争。朕着实摸不清老九的性命，但是老九却不似后宫传闻的那般傻，甚至还懂得有所藏拙，是个聪明人。读心术到底是不能见光的秘密，这奇异的能力可以让他探听他人真实想法，辨明中间。这咋又沉默住了？不会是我用力过猛，给哄懵了吧？既然魏玉这么说了，那明后2日你就过来给朕试书吧。试书？让老八试书，父皇这是什么意思？他魏齐何德何能啊？皇子给皇帝试书，基本上就是拿着本书在旁边念了，听起来没啥，但这却是个亲近帝王的好差事，就连受宠的皇子也很少能有试书的机会。是，儿臣领命，谢父皇。八皇子二话没说就应下了，也不跟魏玉客套。他们兄弟俩素来如此，谁先得到好处就谁先应下来，磨磨唧唧最是要不得。做一条快乐咸鱼嘛，奥义就是抱大腿。爹的大龙腿是别想了，但我8个的小金腿却是可以再斟酌培养下的啊！保佑8个升官发财。真是没出息啊！再者说，哪有祝福皇子升官发财的？这不摆明是在说老八没希望做皇帝吧？虽说对现在的老八而言，这也确实是个事实。魏皇瞥一眼老实巴交的魏宇，思及他现在内心所想，突然有些不怀好意起来。偷懒躲在别人硬币下是吧？朕偏不让！堂堂一个皇子，岂有功课不好的道理？魏宇，你明日同魏齐一道过来，朕亲自检查。魏宇也是被他爹这波突如其来的骚操作惊到了，一时都没来得及应声。啊，不，儿臣领命。
做毛线了，老头子什么情况？对着大哥他们一句话不说，倒是把我跟八个叫出来问作业，疯了吧？就算力把子跟大哥二哥打擂台，那也应该是四哥啊，聪明背后又有势力的，比我跟八个这样毫无实力的小透明好太多了吧？不会真被雷劈傻了吧？这小子原来这么聪明的吗？小瞧他了呀！魏齐、魏玉都只是个意外，他真正关注的还得是他那几个不安现状、想要谋逆的儿子。想到从大臣们那儿听来的计划，魏皇的眼神沉了下来。朕方才听户部尚书说，你这近日在户部当职，很是负责。大皇子魏熙年纪大了魏玉一轮，早已成婚开府，并在朝中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势力。户部就是大皇子如今任职的地方。回父皇，这都是儿臣应做的，能为父皇分忧，是儿臣的荣幸。魏皇还没来得及说话，耳边就突兀地冒出一句：嘿，分忧个屁，还没做皇帝呢，国库都快变成自家私库了。老九是怎么知道老大在户部的事的？他在宫中无权无势又无人的，上哪能知道这些朝堂上的事？对于大皇子在户部做的手脚，魏皇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是大皇子做的并不过分，再加上要制衡二皇子以及丞相那一派系，所以魏皇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库变私库，这话听起来夸张，但也体现出了大皇子在户部的地位。是吗？那朕怎么听说你在朕昏迷的这2日，与其他官员走动的很是密切？哦吼，这是终于要开始问罪了是吗？就说造反，这是不可取吗？爹真死了要抢遗产，那确实也说得过去。可爹还没死就打算争，这不妥妥把自己从继承者名单上踢出去吗？傻了吧唧的啊！魏玉一听刺激的要来了，一下就精神了，连偷空摸鱼看平板的机会都不要了。这老九是怎么能把如此严肃的事说得这么不可言喻的呢？魏皇听到的心声众多，惶恐不安的、幸灾乐祸的、紧张无措的，也就只有魏玉像个旁观者一样想得最轻松。父皇，儿臣冤枉啊！这2日父皇昏迷，朝堂上皆由丞相一人把控，丞相年迈，儿臣唯恐劳累到丞相。作为长子，儿臣这才想同其他大人熟悉一番，为丞相分一些担子，也替天下百姓多做些事。娇变得真好啊！轻飘飘的一句话传来，这样听完本来有些触动的魏皇瞬间回神。他仔细一听大皇子的心声，眼神瞬间就沉下来了。一定是公孙泰那老东西对父皇说的，混账东西！若非他，父皇肯定没这么快知道宫外的事。看来得让收尾的人加快速度了。果然，这孽障就是在故意卖可怜。魏皇心头一直压抑着的怒火，听到这里变得更盛了。毕竟想要谋逆的可是他的亲儿子啊，怕自己憋不住发火，他挪开看向大皇子的目光，转头看二皇子。老二，朕听闻你这2天过得很是舒心啊。自上而下一股强烈的压迫感，让二皇子等人心里都是一咯噔。心虚的人在想东想西，嘴上不敢说的话，他们在心里全想了个遍。这对如今拥有读心术的魏皇来说，简直就是不打自招。而那些自觉没做错事的人，要么就是在幸灾乐祸，要么就是在讥讽嘲笑，可谓半点兄弟情谊都没有。畜生啊！魏皇气得不行，偏偏二皇子这时候还在紧跟着大皇子喊起冤枉来。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真心冤枉。您这2日身子不适，儿臣但又着急，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过得舒心？您这不是在诛儿臣的心吗？您告诉儿臣，到底是哪个贼子在您面前胡说？儿臣叫他过来当面对质。二哥这口才呢，也就打量这老头儿，爹喜欢吃这一口了。脸一垮，嗓一嚎，挤出2滴泪，声情并茂，唱戏的估计都要甘拜下风。厉害啊！魏皇这刚提起来的气呀，一下又给泄了。然而魏觉却是悠哉悠哉，半低着头，左耳听着皇帝爹的质问，右耳听大哥二哥讲屁话，真心觉得自己占的是最佳观影位。虽然这戏听的是很带劲，不过听着听着吧，总有一种他爹是不是在看他的错觉。毕竟透明人做久了，稍微有个人在看他，几乎都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这让魏玉有些受不了了。看什么呢？老头爹没事追着我看干什么呀？这是大哥二哥批的不过瘾，所以现在又要批我了是吧？别啊，批8个好批。都不知道该说这臭小子什么好。行了，都退下吧。这莫名其妙的就只是问一些问题，没有惩罚也没有奖励。只是大皇子和二皇子内心却是不安的很，他们总觉得他们父皇问的那几个问题是意有所指，仿佛知道了他们这几天做的事一样。明明父皇才醒来啊，有请殿外大臣暗中给父皇告状。呵，应该没有那么蠢的人吧？都是一群官场上的老狐狸，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就说谁造反谋逆，那不妥妥的在自寻死路吗？所以父皇问那些，最多也就是有人在父皇面前含糊其辞的说了什么。陛下，皇后娘娘还在外面候着，娘娘让奴才问您，可要见见后宫其他娘娘们？陛下刚醒就见那么多人，这要再把后宫娘娘们招进来，
那可真不知道要到几时才结束了，是不消啊？告诉皇后，朕无事，让所有人都先回去吧。或许真是魏皇的敲打起了作用，一出寝殿，大皇子他们就急匆匆告辞了。走得这么急，怕是着急去扫尾呢吧？皇帝被雷劈后生死未卜，他的一位妃子却是既不在殿前伺候，也不去祈福祷告，反而还张罗着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更让人不解的是，得知此事的皇后却是默不作声。原来这个妃子生有2个儿子，其中一位还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然而皇后却是一直膝下无子，让人不禁思考，是不敢插手呢，还是另有谋划？都走得这么急呀，亏得我出来前还在想自己跟8个会不会被针对。毕竟老头9个儿子，就我和8个没被老头骂，还得了好处。九弟，你先回去吧，我去跟静安交代一声。好，那我先回去，让人备膳。8个，你快点回来啊！好。宫中的皇子都居住在西三所，但如今整个西三所也就只住着魏玉和8皇子2人了。在大魏，皇子到了16岁会辟府自居，魏玉今年不过15，8皇子却已然16，2人若按虚岁来说，那是完全可以开府的。可惜的是，他俩都是没娘在皇帝面前提点，也没多少人关注在意，所以一直到了如今，2人也没有得到可以开府的旨意。2人寝殿毗邻，都不大，而魏玉宫里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就刚好1只手的数量，可以说是相当不受宠了。带着小安子一回自己的小窝，魏玉直接就躺到了小院中的摇椅上。魏玉闭着眼在摇椅上晃着，小安子就在旁边老实站着。你就不能发挥一下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备膳吗？我记得刚刚跟8个说话的时候是当着他面说的吧？可殿下，你3日前还说过，叫奴婢别给你主动备膳，你说备早了饭菜容易凉，不好吃的。得知道小傻子脑子不好使，我跟他计较那么多干嘛？魏玉去让小安子备膳，他则招呼那2个默默打扫的太监拿东西。红中白板啊，快给你们殿下拿点瓜子过来，顺便倒壶茶啊。See you shake it and turn the music up when the bass get bumping up in the club. 人生啊，还得是舒舒服服的躺着刷剧嗑瓜子享受，当然能有人一起搓麻将就更好了。魏玉躺下没多久，瓜子才刚嗑上，院外就有个老太监过来了。红中刚转身准备继续打扫，看到来人了，立马又走了回来。殿下，膳房的王喜公公来了，让他进来。这昨日让王喜带桂花糕过来的，如今2手空空，铁定是中间遇着事儿了。我今日就想老实躺会，怎么就这么难呢？魏玉自幼就知道一点，在宫中没人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想办什么事都不方便，所以幼时开始，他便凭着自己天然的权贵身份，又靠着嘴甜，结识讨好了不少有背景的宫人头头，其实就是搞中间商，好在其中赚点油水。总之这么多年，魏玉在长辈兄弟中虽然没啥地位，但他自觉在宫人们心中的分量还是很大的。他都听到好多次有宫人悄悄夸他人后心善来着。王喜便是魏玉在御膳房的人，一个专门负责采购事宜的太监小头头。九殿下安好，私下没那么多规矩，王公公有事直说吧。多谢九殿下体恤。殿下，您昨日吩咐要老奴准备的桂花糕，这后面3日都没办法弄到了。是谁吩咐了什么吗？桂花糕又不是多稀罕的糕点，多数是后宫娘娘以及公主们爱吃。不过魏玉喜甜的，所以他经常会让王喜带点过来，留着同3公主一起吃。是贤妃娘娘，过几日贤妃娘娘要在监家台办个赏花宴，4公主点名要吃桂花糕，示意娘娘就让御膳房留着了。这贤妃是不是没脑子？皇帝才被雷劈啊！今天才刚醒，贤妃这吩咐铁定是老头还没醒的时候就说了啊！皇帝生死不明的，所有人连大笑都不敢。这女人身处后宫，作为皇帝妃子，不说给皇帝祈福问安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办劳什资的赏花宴，到底是真不聪明，还是觉得自己儿子的地位稳了？这是皇后娘娘知道吗？大抵是清楚的。昨日王于公公还来过御膳房。王于是皇后身边的大太监，既然他去过御膳房，那肯定会有人跟他说起这事。而王于若是知道了，那就代表着皇后肯定也是清楚的，清楚却没有管，这是故意不插手呢，还是有心却不敢插手呢？毕竟皇后无子，而老头没醒前，大皇子和2皇子可都在暗地里争夺龙椅位子呢。要是2皇子上位，那贤妃的位置都是些玩球子事啊。不过还好，与我无关。顶多就是这几天玫瑰花糕吃了，也罢，没有就没有吧，左右不过就是这几天的事。魏玉盘算了下自己的小金库，估计了下其他糕点的价格，最后定了个性价比差不多的。王公公，丹玉乳糕可还有？有的，九殿下若是要，明儿奴才就给您送来。
成，明儿晚膳送来就好，顺便麻烦你再给八皇子和三公主那儿送一份。是，老奴明白。在宫里托人办事，哪能不花钱？尤其是吃穿这方面，主子们虽都有定力，但要想吃好些穿好些，那都是要花钱的。所幸魏玉这些年也靠着中间商赚了不少。待到红中进屋拿了钱，给了王喜公公一个荷包后，王喜这才向魏玉告辞。看到人走了，魏玉又重新躺了回去。八皇子跟三公主说完事回来后，看到躺在摇椅上闭眼悠哉嗑瓜子的魏玉，第一时间就把他给拉了起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偷懒？明儿父皇肯定要抽查你的课业，你不趁着这点子时间去学学也就罢，居然跟个无事人一样，我简直要被你气死了。八皇子显然是憋了一肚子火回来的，平素只喝热茶的他，端起桌子上的凉茶就一饮而尽。你说说你，之前进殿的时候，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不要走神，不要走神。可你做了什么？父皇叫了你几声，你都不应。我看要不是父皇今日身体不适，铁定要你罚跪抄书。八哥，你行行好，别说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就去书房看书。别跟妈妈计较，真的，尤其是男妈妈，态度要跟哄女朋友一样，有错就认，千万别顶嘴。你就是个嘴上厉害的。行了，我也不说你了，说的再多，你下次照样犯。今日父皇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虽是挨个训了几位兄长，却也不曾罚过。平日那般受宠的四哥，父皇今日却未曾搭理，反倒对我俩颇为关注，真是怪哉。要我说啊，八哥，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皇是天子，你管他想啥呢？还不如想想明天你该怎么应付他呢。巧巧就说不能顶嘴吧，这男妈妈一个搞不好是会上手打人的啊。没规矩，你这话小心被旁人听到。小院里就咱俩，外加站在院门口的小安子，能被谁听到？顺风耳啊！知道了。八皇子过来就是为了告诫魏玉的，提醒他明日不可再走神偷懒。得到魏玉答案后，八皇子就不再久留，起身回了自己的寝宫。好难啊！明日还得去皇帝爹前站岗，真累。因为好不容易有个跟皇帝爹亲近的机会，八皇子一大早就拉着魏玉过来请安了。魏皇才刚刚醒来，听到兄弟俩过来后，便让两人去偏殿先候着。两位殿下，陛下吩咐，先让两位殿下在这偏殿中看会儿书。有劳小公公。八皇子谢过了小公公，待到人下去后，他这才打量起偏殿内的环境来。魏玉可没他那么好的精力，小公公一走，他就直接垮下了脸，眯着眼瘫到了旁边的榻上。魏玉一副瞌睡样。他昨个可是看小说看嗨了，哪怕知道今日要来见皇帝爹，也总是想着再看10分钟。一看就看到了凌晨2点多才睡，6点就被叫醒了，困得魏玉一躺，几乎就是秒睡着。等到八皇子听到声音，转头去叫魏玉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睡得人事不省了。我真的很想打弟弟啊。皇帝生日宴，众人蜂拥而至，然而他的9儿子却不出席，并且连寿礼也不送，甚至还以身体不适为借口谁都不见。直到后来他才得知，原来是9皇子意外撞见4皇子调戏宫女，4皇子怕被告状，于是便把9皇子给关了起来。这弟弟肯定是打不成了，不能被人抓住把柄，最后落个毫无兄弟情谊、薄情寡义的名头。既然父皇让我们看书，偷懒那肯定是不能的了。9弟被懒，作为兄长，我得好好监督才行。魏玉差点就哭出来了，多年来被强压着去上书房念书的痛苦经历，让他如今想起就怨念颇深。不过魏玉知道八哥是为他好，所以哪怕哈欠连天，眼泛泪花，也依旧是强睁着眼捧着书在看。两位殿下安好，陛下吩咐，让八殿下过去试书。八哥，你去吧，我会老实看书的，你放心。赶紧走吧，走了我也好去上厕所了。这边魏玉在懒懒散散的看书，另一边被魏皇叫去的八皇子正老实站着，一头雾水的听着皇帝询问他的情况。你母妃逝去也将近有11年了吧？是，父皇好记性，母妃却已是11年了。这些年你过得可还好？父皇居然问我好不好？看看给孩子感动的，只是稍微问候一句，居然就惊讶到了这个地步。昨日方知大皇子等人不忠不孝的魏皇，这会儿见到八皇子如此，心中还是隐隐有些小欣慰的。他刚要说话安抚几句，八皇子的心声就又冒出来了。好不好？他心里就没点数，居然问得出口，我都不好意思回他。当初母妃去世，我和静安那么盼望您能出面安慰，可等来的却是您的不闻不问以及贤妃的晋升。要不是9弟，
我同静安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得像如今这般自如。父皇，您居然还有脸问我好不好？这番控诉真的是十分大逆不道了。然而魏皇听完，却是忍不住再度内疚起来。母后宽和，但儿臣甚好。儿臣作为皇子，这些年在宫中自是过得不错的。虽说的是假话，但魏皇听完也只能装作事实却如此。毕竟有些事、有些人、有些关系，哪怕是心知肚明，也只能装作不知道。朕记得你同老九只差1岁。是，父皇好记性。儿臣今年已虚岁17了呀，17确实不小了，到了要开府的年纪。一晃眼，你跟老九都这么大了，是朕的疏忽。儿臣不敢，朝中事忙，父皇为大魏江山殚精竭虑，岂能为儿臣这等小事挂怀？确实疏忽。七哥有贤妃帮衬，早早开府也就不说了，天生的六哥也能，也就我跟九弟这样的小白菜没人管了。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真就是两个样子了。魏皇心头复杂，有恼有怒也有歉，不过他却也不怪八皇子心头怨怼。孩子心里说的是实话，实话难听，却也难得。朕能有幸听到他人的心声，得到那么多的大实话，真的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幸事啊。心情复杂的魏皇很快就自我平复完了，知道多说无益，还不如给人来点实在的，所以他没有过多思虑。开府的事，朕会跟皇后商量下，到时候吩咐内官监的人去做。你跟老九若是有什么想法，尽管跟内官监的掌印太监去说。据我所知，就连大哥二哥他们开府，父皇好像都没有说这种有想法就提的话来着。开府的事就这么接过了。魏皇开始询问起八皇子的课业。八皇子并不笨，甚至在技艺方面很是了得，平常之所以不突出，也不过是在人前藏拙罢了。九弟说了，没背景没势力的皇子就跟地里的小白菜一样可怜。大哥二哥对皇位那般强势，我若出了风头，到时候肯定过得越发艰难，还是别让九弟为难了。魏皇是真的很好奇了。老八跟老九关系好，这他能理解，但关系好到作为兄长却如此听弟弟的话，还唯命是从3句不离九弟的，那真的就很是让人意外了。诗人魏明也，御敌魏明也，与民同心同力，莫之能御矣。短短的一句话，八皇子都要装作很不熟悉的样子。在九弟身边待久了，听他时不时冒出1-2句发人深省的话，无一不是从民出发，其中道理让人深思惭愧，耳濡目染下。再看几位骄奢金贵的兄长，总觉得他们似乎缺了颗为民办事的人心。老八的答案却是处处都跟老九有关，这个老九问题很大呀。不知道自己已经快要登上皇帝失信名单的魏宇，此刻正迷瞪着眼趴在桌子上。好困啊，什么时辰了？回殿下，辰时5刻刚过。哦，8点40左右呗。还以为老头爹被雷劈的这一回能好好休息几天来着，都是浮云呐。8个都去了1个小时，应该是就要回来了，也不知道都忙了啥，有没有挨批，会不会殃及我这个池鱼啊？嘿，我这乌鸦嘴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朕听老八说，你去岁在朕生辰那日，特意为朕煮了碗面，为何不派人送来？回父皇的话是，儿臣是煮了碗面。8个没事都说了些啥啊？还特意煮碗面？难道要我说当时纯粹是我自己晚上饿了，爬起来给自己煮，结果却被小安子看到并误会了的残酷事实吗？果然，朕就知道碰到这俩小子，感动什么的都得先缓一缓。这是要说实话呢，还是胡编乱造呢？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有想说实话的念头。嘿嘿，父皇，其实去岁那是个意外，儿臣当时就是饿了，所以那碗面是儿臣自己给自己煮的。魏玉到底还是选择实话实说，不是不会撒谎，也不是不懂圆滑，他只是懒得去撒，也不想去圆谎罢了。我一个咸鱼，真没心情搞这些。再说了，当着一个帝王的面撒谎，谁能保证自己的小心机不会被发现？还不如实话实说。低调低调，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等老头跌下了结论再说哈。场面再一次安静下来，就在魏玉都要忍受不住寂寞，想打开平板再看2眼的时候，魏皇终于说话了。朕记得去岁你没有去过宴会，老四说你身子不适，还派了御医去看过你。魏皇这会儿也是察觉到了此事不对劲。老九跟老四的关系可没有跟老八那样好，所以老九身子不适，怎么着也应该是老八来说吧，怎么会是老四去说的？呸！身子不适个屁，不就是发现他调戏小宫女，害怕我在宴会上告状，所以他才把我关着不让去的嘛。魏皇听完整个人都有点不好了。这混账东西，感情从前那些温顺谦和不近女色都是假的，是专门用来糊弄朕的。魏皇深吸一口气，明明气得厉害，偏偏为了不露馅，他还要表现得无事发生，听魏玉在下面胡编乱造。是
父皇好记性，还记得儿臣去年是因病不能前去，没能跟您亲口说一声生辰快乐。你觉得你四哥待你如何？他明明是身份高贵的皇子，却是每天都蹲在门口听小太监讲八卦，甚至为了能多听点劲爆消息，手头拮据的他却还大方的送点心送银子。你觉得你四哥待你如何？回父皇，儿臣同四哥乃亲兄弟，兄弟之间自然是关系不错的。嘿嘿，假的，通通都是假的。我说的这么违心，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肯定是明白我意思的，不然就不会问这话了。等半天没等到什么动静，魏玉抬头瞟了眼，发现他爹皱着眉，似乎在想什么东西。搞什么啊？问了答了又不给结果，所以到底是不是知道老四真面目，要给他惩罚了啊？朕刚同老八说了给你俩开府的事，本来是想让内官监的人去办，但既然你说你同你四哥关系好，那干脆就让他去负责这事吧。左右他也没什么正经差事，正好方便你俩去兄友弟恭。这简直就是离大谱嘛！让老四来给安排开府的事，确定到时候我跟八哥的府邸还有余钱。老头怕是不知道他四儿子有多贪啊！他有心想听听魏玉是如何说老四贪的，但奈何魏玉根本就没打算细说。这小子在心里嘀嘀咕咕说的，全是该如何制止老四插手这事，或者开府后什么搞个按摩椅，弄个果园子，置2张牌桌，没一个正经的。父皇，那个四个人忙，哪儿能为着弟弟的事操心？内官监就挺好的，所以就内官监吧。对，九弟说的对，父皇，这事就不劳烦四哥了，还是让内官监的人去做吧。真让老四给我俩安排开府的事，鬼知道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是吗？那看来你们还挺心疼你们四哥的。既然兄弟情深，那就更得帮忙了。你们开府，朕会一人给你们5万两银子，弄好了，到时候再来汇报吧。汇报？这要汇报的话，那是四哥汇报，还是我们自己来啊？等到事情办完，朕会让老四过来一趟的。是，父皇，儿臣知道了。只要能开府住到宫外，让老四来安排就安排吧。就算他再贪，总不至于将5万两银子全贪了吧？给我留个2/3或者1半，其他就当是酬劳了。魏玉觉得自己老大方了，而他是不跟四皇子计较了。但听到他新生的魏皇，差点气得骂出口了。官员被欺负了，一个个都知道明里暗里的上奏告状。你堂堂一个皇子，被兄长欺负了，居然都不知道找朕这个做父皇的主持公道。朕看你是书念的少了，太师教的东西估计都没记住。你出去给朕去偏殿继续看书，晚膳前朕再考你。儿臣遵命。看书也就罢了，居然还要考，香蕉个奶奶的腿，老头又不做人了。舒坦了就叫爹，不舒坦了就叫老头，这小子好得很啊！魏玉在老头爹那儿过了3天的艰难日子，毕竟是在皇帝的地盘上，连打开平板摸鱼都还要装个样子。我怎么就不是个纨绔啊？不同于他的无人问津，八皇子这几天都是待在皇帝那边试书试墨，似乎偶尔还会给皇帝念奏章，这可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毕竟奏章这玩意儿，除了皇帝，也就储君能看了。如今大魏储君人选未定，前面几个兄长背地里都快争成斗鸡了，老头也没见偏向过谁。现在倒好，雷一批人就像换了个心似的，突然间就住一起。我跟八哥这俩小透明了。在老头这最开心的就是吃饭了，老头的御厨做的就是好吃，最主要的是不用花钱。八哥得到老头赏识了，这要是开府，我能求八哥找老头要个御厨吗？吃喝玩乐乃人生大事，我就要想吃的好点，不过分吧。这混账，整天脑子里想的不是吃喝玩乐，就是如何做一个纨绔，朕非得找到机会狠狠训他一顿不可。魏皇这3日正在气头上，渐渐熟悉了读心能力后，身为帝王，自然是不会给自己留下隐患的。他暂时没动那些心里藏奸的臣子后妃，但是那些不怀好意的宫人奴仆都被拉下去乱棍打死了。这9皇子到底是怎么引起陛下注意了？明面上瞧着是把皇子更得势些没错，但就是陛下这种偷偷关注，才最为叫人伤心啊！哼，老东西背地里想的是真多。老头表情典型的帝王，喜怒不形于色，但我咋就是觉得这眼神这么怪呢？看什么呢？八哥，你这2天跟在父皇身边，可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哪儿有什么不对的？父皇是君，做什么都是对的。这就是觉悟啊！高，适合当大腿抱。自从皇帝爹的寝宫回来后，魏玉就又过起了从前的闲鱼生活。殿下，您是没看到，陛下把礼部尚书大人喷的那叫一个狗血淋头，尚书大人还一个劲儿狡辩自己冤枉，分明徽卫使都把他昨日逛青楼的证据给搜了出来。
陛下都在朝堂上过目了。啊，逛青楼，大白天逛的。可不是嘛，殿下，这要不是白日，会卫使们哪能去抓人啊？哦，还有那个刑部左侍郎啊，霍大人说了，他俩昨日是一起的。这么刺激，官员白日侠妓，那确实是活该。哎，你接着说啊，说后续。后面啊，那些侠妓的都被霍大人在朝堂上给点出来了，足足10几人呢。陛下发了好大火，罚月俸的、禁足的，还有2位直接被罢官了。哇塞，这么溜，还有没有？有啊，当然有了。奴才听人说，大殿下、二殿下今日下朝后被叫去了养心殿，在里面待了1个多时辰，出来时脸色差极了，听说是被陛下打了。谁说的？明明是被罚跪了。哪儿有啊，就是打了。我是听养心殿附近的洒扫太监说的，肯定没错。绝对是你听错了，我那是亲眼看见2位殿下揉腿了的，肯定是被罚跪了。我才没错，肯定是你错了。是你错了。作为9皇子的八卦长久供应商，2个小太监为了证明自己的八卦更可靠，就着大皇子、二皇子究竟是被打还是被罚跪一案争辩了很久。哎呀，别争了，你俩都是本殿下不可或缺的肱骨能将，多亏了有你们每日勤恳不辍的工作，这才能有本殿下如今的一天啊！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吵起来，万一你俩心里有了隔阂，这让夹在其中的本殿下可如何是好啊？殿下放心，小臣子绝对不会背叛殿下的。奴才也是，奴婢生是殿下的人，死是殿下的鬼。好，你们的心本殿下知道的，正好本殿下这儿还有点糕点，你俩等会带回去吃。瞧你们这瘦的，看着真是叫本殿下心疼。这可都是我好不容易才勾搭上的八卦供应商，必须得好好招待，毕竟还是要可持续发展的嘛。多谢殿下赏赐。红中去把那叠玉露团雕酥端出来，给这俩小兄弟。殿下，奴婢有个朋友在太和门那儿当值，听人说再过段日子会有外邦使者过来呢。外邦使者有多外邦？大梁北边的胡人，亦或是南部的苗人？不是啊，殿下，奴婢听说这外邦人是从海上过来的，据说他们是从北边一直南下过来的，带了好多的奇珍异宝呢。啊，海上那些人长什么样？是不是金头发、绿眼睛的？看起来跟胡人有点像。一个无权无势又无钱的透明皇子，却是在2国建交的宴会上，面对外使进献的宝物不屑一顾，甚至还大放豪言。别说玻璃了，给哥一个窑缸都给你造出来。这奴婢没听说过呀，应该不是吧？哎，算了，估计是我想差了，还是等那些外邦使者来了再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八卦？行，没就没吧。估摸着明就有新的八卦了。殿下，东西都放里面了。给他俩吧。多谢殿下赏赐。塞了多少？1人1两。这宫里真是花钱如流水，再来几次，我的小金库肯定的空了。看来又得去想法子赚钱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府啊。殿下，您要是嫌弃花得多，大可不必每日都要听八卦的。不行。省什么都不能省八卦，知道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吗？是消息。本殿下身为大魏9皇子，消息怎么能如此闭塞？哎呀，我就是待在宫里无聊，花点钱听点儿八卦也没问题吧？花钱就花钱吧，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离宫了。没想到胡人后面居然还有个叫西岐的国家。八哥，你怎么知道这是的？还能怎么知道？从七哥那儿听来的呗。你这又是去找静安的过程中遇到贤妃，碰见七哥，然后兄弟情深的聊了聊。少阴阳怪气的，你既知道原因，还问什么？他们没为难你和静安吧？一个妃子没事老难为皇子，真就是深宫大院待久了心理变态呗。七哥说，西岐那些人从海上来，这次直接到访大魏，还带着东西，应该是为了商谈事情。所以差不多半月后，京都会异常热闹。半个月后，这个时间点卡的好啊！老四前2日还说差不多半月后会带我们出趟宫，看一眼皇子府邸的位置。所以八哥，你这是在提醒我，那群人来者不善，或许会在京都做些什么手脚。你担忧我的安危，所以特意过来叫我半个月后小心点。不，我是在提醒你别惹祸。哎呦，八哥，瞧你这话说的，弟弟是那种惹祸的人吗？我平时最乖了，好吧？你乖不乖的，我还能不知道吗？这段日子朝堂不稳，父皇发落了不少人，霍廷玉带领的徽卫使更是抄了好几家臣子的府邸。现在京都人人自危，连大哥他们也不例外。
所以你在宫里安分点儿，可别惹了别人的眼。八皇子过来就是提醒下魏玉的，知道魏玉对这些心里有数后，他也就没再多提，安安心心吃起了他的马蹄糕。八哥，你这是还没用完善呢。八皇子可没魏玉那般无牵无挂的，他每日下学要先去容妃那儿看看妹妹，顺便给容妃请安，之后才会自己请便，认真写一遍布置的功课还不止，还得遮遮掩掩再写一份错漏百出的。把这些都弄完后，基本才是八皇子的晚膳时间。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个儿千万注意，我回去了。行吧，追剧去喽。转眼10天过去，魏玉还是那个每天能闲出屁来，逮着小臣子等人听八卦的咸鱼。殿下，那群自称西岐国来的使者已经到京都了，据说带了好多宝贝呢。打听到什么宝贝没？这都不需要奴才打听啊。那群西岐使者进京都时，宝贝装了整整36辆马车，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是一些没见过的真禽，而且他们还带了不少的金银珠宝，据说还有一种透明的琉璃，十分好看，引得不少人都想要高价求买呢。透明的琉璃，那不就是玻璃吗？还有呢，知道使者什么时候进宫面圣吗？这奴才哪知道啊？也是，西岐使者若要进宫，礼部那边应该还得请示完我那爹才行。殿下，奴婢听说西岐使者带了不少皮子过来，据说是什么野牛皮，这牛多金贵啊！那西岐居然还杀牛剥皮，果然是蛮夷。不同国家不同国情嘛，牛在咱们大魏是农耕的好帮手，可北边那是什么情况？你看匈奴就知道了，那里的土地又不适合种植，匈奴缺粮，所以一到冬天就南下侵犯我大魏疆土，烧杀劫掠的。匈奴都这样了，更别提还远的西岐了。牛在他们那儿估计跟鸡鸭没什么区别。哦，原来是这样啊！殿下可真厉害。殿下学识渊博，经您这么一说，奴婢都觉得自己聪明了不少。哎呀，低调低调，都是小事。殿下聪慧过人，奴婢一直都觉得您才是皇子中最那个的。殿下，您放心，奴婢们心里都有数，绝不会将您的秘密泄露出去的。有数？不是你们心中都有啥数啊？殿下不傻，殿下很聪慧，殿下一直都在积攒势力，厚积薄发。咱身为殿下的人，一定不能给殿下拖后腿。殿下，天色不早了，奴婢就先回去了。等有了新的消息，奴婢再过来跟您细说。不是，你俩到底啥毛病啊？我这瓜子还没嗑完呢。小安子，你说他俩什么情况？殿下，奴婢觉得应该是您之前说的话超出了您平时的说话水平，所以他们被吓住了。这小傻子不能要了。后面3天扫茅厕的重任，本殿下就交给你了。那里风水不错，很适合你去提神醒脑。啊，殿下，可是……没有可是，反抗无效。西岐使者进宫的事被定在了5日后，皇帝在太和殿设宴接待，而这种重大典礼，魏玉作为皇子，自然是必须要去的。八哥这是在警告我呢。你给我稳重点！你们吵什么？使者还没来，别到时候丢了我大魏的风范气度。知道了，七哥，我们会注意的。开玩笑嘛，这不是好好的一个放松休闲时刻，谁来说教，哥都不听。反正哥坐在这后面也没人注意。陛下，您怎么了？倒酒。是。西岐使者觐见。不是洋人啊！使者们远道而来，实在是辛苦了。大魏国君客气了，在下阿杜勒，乃西岐使臣。我等千里迢迢下海来此，也不过是奉我西岐王命，想与国君交个朋友罢了。这么憨的，白长这么大个了。远道而来皆是客，你们西岐既然有此等心意，大魏自然是不会将朋友往外赶的。这不就是国家建交吗？西岐派出使者是为了跟大魏建交，他们自然不会空手而来。在我们西岐，别的没有，金子最多，这些全都是我西岐王上送给国君的。我们西岐山高雪厚，有不少的雪白异兽，这些都是我们挑出来最好的皮子，特意献给国君。没错，这就是我们西岐独有的无色琉璃，专供我西岐贵族所用。如今为两国交好，特意送与国君。这是你们西岐的琉璃？这般迫不及待的样子，太给大魏丢人了。不就是玻璃吗？这有啥好稀奇的？还不如前面的金银珠宝呢。
还贵族专用，整的没见过世面一样。给哥一个窑，别说玻璃了，钢铁都给你锻造出来。使者说笑了，你这无色琉璃，其实朕的大卫也有。群臣震惊，就连魏玉也是大感意外，抬头看了眼自己的爹，这一看吓一跳，老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啊！穿越古代，我教皇帝治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才是儿臣心中的理想国度。那你想当皇帝吗？狗都不当。朕有一子，乃我大魏九皇子，他就会做你稀奇的无色琉璃。老头怎么发这个疯？既然大魏国君如此说，那想必你们是有无色琉璃的，可否拿出来，让我等见识一番？呵，叫你乱说话，让拿东西了吧，看你怎么圆。实不相瞒，朕这小儿子虽说会做无色琉璃，但也不常做。若使者想看，那还得等上个几天，让他重新做出来才行。难道我这爹知道什么了？身为一个被小说、电影、电视荼毒过的人，联系他爹最近的变化，又结合他刚刚心里想的那些东西，魏玉很简单就能联想到一个事实：我爹一个帝王，似乎能读心。人麻了。宴会散了后，他就被魏皇叫去了养心殿。魏玉眼观鼻，鼻观心，因为猜测到他爹可能会读心这事，所以他压根就不敢多想，拼了老命的努力放空大脑。你倒聪明。完了，开始阴阳怪气了。阴阳怪气这词倒是妙，你跟朕说说，你都上哪儿学的这些隐约其词的话？太师那般严肃之理的人可不会教你们这些读心术啊！居然直接明牌不装了啊！爹，魏家子企图唤醒对方的父爱。我亲爱的英明神武的爹爹，其实您的小儿子15年来一直都十分乖巧懂事呢，每天沐浴在您英明执政的光辉下，儿子真的是半点都不敢懈怠啊！说呀，怎么不接着往下面说了？说啥嘛，爹？之前在大殿上，你说给你一个窑，你不只能造出玻璃，还能造出什么？什么铁来着？钢铁，也就是铁了，只不过比我们大魏现如今用的铁器要更好用上不少。哦，何为钢铁？跟军中所用的铁器有何区别？魏玉解释了一堆铁、碳、钢，其中还夹带着一些听不懂的词汇，听得魏皇头直疼。停，你的意思是前金就有了钢，也就是铁，所以大魏如今用的也应该是这种钢铁。还以为听不懂呢，看来老头还是智商在线有脑子的。嘿嘿，那啥，习惯了。继续。其实就是种新的锻造方法，可以缩短冶炼时间，提高生产率，操作简便，容易掌握，得出来的钢铁要比如今的钢铁更耐用。这个方法是你从那个什么叫平板的东西上知道的吧？6。此乃何意？夸您智慧呢。魏皇狐疑的看他，有些不太相信。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您儿子其实是个天降奇才，搞不好还是大魏的天降紫微星。这孩子又在讲什么屁话？儿子我呢，其实是生而知之，我好像有上辈子，而且上辈子的事我都没忘。那时候我活在一个神奇的时代，生在一个美丽的国家，它叫华夏。魏皇本来还有些嫌弃的，但随着魏玉的缓缓阐述，他的脸上渐渐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真的假的？儿子在华夏学了不少，很多都忘了，但却一直都记着24个字。爹啊，你想知道那24个字是什么吗？你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此24字乃华夏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亦是儿子多年来所坚持的一切。我本见识过光明，又怎能忍受得了黑暗？朕且问你，你想不想当皇帝？狗都不做皇帝。九殿下安好，陛下吩咐让奴婢带殿下去一趟工部。魏玉跟着李公公去工部了，将烧制的办法交给工部主事，嘱咐他尽快将玻璃给研制出来后就走了。回宫路上，没想到在半途撞上了他大哥。大哥安好。九弟不必多礼，你也是去找父皇的？是啊。正好一起吧，难得瞧着你来养心殿找父皇。
二位殿下来的不巧了，陛下正在里头跟工部几位大人商量事情。两位殿下若有急事，还请在外面稍等片刻，容奴婢进去禀告一声。有劳公公了，辛苦李公公跑一趟了。不敢当，都是奴婢应该做的。大殿下，陛下同大人们还有国事要议，陛下说让您先回去，明日再来。好，既如此，那我就先回去。九弟，不若你同我一起。不用了，大哥，我就在这等父皇商议完吧。你先回去，没事的。大殿下，您就先回去吧。陛下说了，让九皇子进去。哦，那九弟就先进去吧。好的，大哥。继而我，大哥该不会要把我记在小本本上了吧？收，把心思收住，坚决不能让老头偷听到我心里的小九九。这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因为跟二弟斗法，所以父皇真的厌恶了，开始宠幸这些年纪小的弟弟了？都是好兄弟，我有事了，我那好二弟也好不到哪去。说说吧，你今日都干了些什么？魏玉将今天做的事全都给讲了，包括且不限于回程路上他在街边让侍卫给他买糖葫芦的事。说到糖葫芦，魏玉思想就又劈叉了。话说白糖就是这糖吧？提炼白糖怎么搞来着？我翻翻。这小子还能弄白糖？大魏白糖产量低下，糖价颇高，几乎都被西边的益州氏族所垄断。若魏玉能有法子提高白糖产量，将白糖掌控在朝廷手中，那可不就发财了？你有何法子提炼白糖？知道又被老爹夺了心的魏玉也没反驳。父皇，您知道白糖是从什么东西中提出来的吧？自然是从这里了。那宜州那边的白糖产量是多少呢？这个朕不知，只能唤户部尚书来一趟。微臣齐替手参见陛下，拜见九皇子。瞧瞧这肚子，真圆润啊，叫人羡慕的幸福肥哟。别说，还真挺圆润的。起来吧，朕问你，每年白糖产量是多少？回陛下，一亩这能提炼出200多斤的糖。你有何法子提高白糖产量？魏玉就给他爹讲了遍何为工业制糖的流水工程，齐替手在一旁都听愣住了。九皇子在说什么？什么分离过滤又脱色的？提白糖居然这么繁琐？哦，不对，九皇子居然会制糖，可真不稳重。我儿子还会烧玻璃炼钢呢。你献方有功，若你说的真能做出来，那朕可以允你一个承诺。朝堂又要乱了，看来陛下是打算扶持九皇子了。当着我的面许下承诺，难道是希望我能站在九皇子这边？可我已经投靠了大皇子啊！什么叫朕要扶持九皇子？陛下心情不错呢。是啊，魏玉这小子本事不小，有他在，朕觉得大魏的盛世指日可待。陛下这话的意思是想立九皇子为太子。陛下，昨日官窑成功炼制出了一批无色琉璃，这2件便是其中之一，臣特意带过来给您过目。快呈上来，让朕好好看看。哦，不错，这玻璃甚美，比之西岐进献上来的也不遑多让，很好，赏。官窑那批烧出玻璃的匠人，人人都上100两白银。禀陛下，玻璃能够造出，功在九皇子，殿下大才，写出了10分详尽的玻璃方子，匠人根据方子，这才能将玻璃给烧出来。九皇子倒是不曾关注，看来得提醒二皇子注意了。有玻璃方子，还有锻钢法子，也不知道九皇子究竟是从哪儿知晓。老夫要是能亲眼目睹那古书一眼，该有多好！哎呦呦，这可不得了！陛下居然如此喜爱九殿下，失策失策！看来站位还是不能站太早。这该死的，魏玉居然还真的会烧玻璃，从前倒是小瞧他了。九弟是个人才啊，看来得好好笼络他了。原来是有玻璃方子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下朝再找裴大人问问，看看能不能借方子看一眼，真好奇啊！这不得找小九再要个玻璃方子，好去做生意。这玻璃拿出去卖，一看就得发大财啊！好啊，什么时候搞完？好想回去吃饭睡觉。魏皇没管其他人的想法，只注意到了四皇子想的。拿玻璃出去卖，发大财可行，但是具体要卖给谁呢？对了，大梁。一众皇子为了一个能在皇帝面前露脸的机会，都争得头破血流。反倒是他得了皇帝重用，却整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甚至还刻意躲着皇帝不见，只因他知道皇帝拥有读心术，一心只想当咸鱼的他，生怕被皇帝惦记上再给自己找事。陛下可是有什么心事？不知老奴能否有这个荣幸，替陛下分担一二？李成啊，你说朕想找个人做事，怎么就这么难呢？陛下这话，难不成是在对臣子不满？不应该啊！
今日朝堂上不是还龙心大悦吗？看来是对皇子们不满了。也对，九皇子年纪最小，却最安分省心，还有本事。对比不安分的大皇子，他们确实闹心了些。狗奴才心思还不少，整个天下皆是陛下的，陛下想用谁就用谁，大魏人才济济，陛下何愁无人用呢？是吗？那你说说，朕能用谁？这奴婢哪儿能做得上主？奴婢可不通朝政。陛下说笑了。现在何时了？那皇子能快下雪了吧？回陛下，快上午了。你去把九皇子叫来。是。四哥找我何事？我们多年兄弟，怎么做兄长的还不能来找你叙叙旧了？走，去你宫里，正好同你俩聊聊开府的事。九殿下，陛下让你去趟养心殿，您请。现在是，陛下正在养心殿里等着您呢。没辙啊，鬼知道是不是找我要方子的？那俩方子还没写完呢。九弟好本事，今儿早朝，你给窑厂那边写的玻璃方子被匠人给造出来了。父皇叫你过去，估计是为了赏你的。去吧，赶紧的，别让父皇久等了。啊，不是当面催我要方子的啊。玻璃？什么是玻璃？四哥八个，那我先去见父皇，有事我们回头再聊哈。行，你去吧。走在路上，不确定他爹找他是不是四皇子说的那事，于是魏玉又问了下李公公。殿下，这奴才哪能知道啊？不过今儿早朝的时候，陛下对玻璃确实很是喜欢。陛下还说殿下您聪慧，心中甚悦，想来这会儿叫殿下您，应当不是什么坏处。魏玉还以为自己过去后真会受到表扬赏赐的，可事实就是他想多了。他爹叫他过来，居然是问他有没有法子卖玻璃。我都想好怎么谢恩了，居然给我说这玩意。不能应，万一这臭小子又哭着喊着要请假，朕是给批不给批？行了，你也别在这卖乖，你给朕说说后世的商人都是怎么卖东西的，可有什么法子能赚得更多？您对这玻璃的定位是什么？是走平民路线，价格亲民实惠呢，还是走高端精品路线，物以稀为贵卖给有钱世家？当然是两手都要抓了。好样的，我就知道爹你是个干大事的。你说的平民路线，朕早有想过，会卖给百姓一个实惠低廉的价格，可是这样就赚不了多少钱了。朕不贪图百姓的钱粮，朕苦恼的是该如何让大魏和大梁的高官世家掏钱。好家伙，还得是你敢薅啊！薅世家的钱，魏玉不心疼，魏皇那就更不心疼了。爹，这事你让四哥来做，四哥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信他。你四哥当真愿意？父皇，你要不相信，可以直接去把四哥叫来啊。那么好的经商人才，那得物尽其用啊，不愿意也得把他忽悠愿意喽。不对不对，跟宫里那些用玉石做的盆景不一样，那些虽然是贡品，寻常人家不能用，但世家那些人肯定都是见过的，而我们卖的就是新奇，肯定不能是以前有的。行，那你来说，什么新奇？这不得集思广益，我一个人哪儿能顶啊？您不能因为我见多识广，就把我当牛使唤啊！你九弟的主意，叫你拿着玻璃高价去卖给世家。老四，这差事你可愿意做？让我拿玻璃高价去卖。父皇放心，这差事儿臣愿意去做。这不赶巧了吗？我本就打算做玻璃生意的，我与九弟还真是心有灵犀。魏皇沉默，不知道是不是这俩人提前商量好的。父皇，此事是否以朝廷的名义去做？什么朝廷？朕可没有叫你去卖玻璃，这事是你九弟提的，玻璃方子也是他的，正好他马上就要开府，你俩出去赚点钱，有个进项，好维持王府开销，这很正常。多谢九弟，四哥在这儿先跟你说声谢，等记了账，四哥分你2成。父皇，卖玻璃的钱，儿臣与九弟愿意拿出5成上缴国库，替大魏百姓多出一份力，还望父皇成全。好好，你这个心很好，朕甚是感动。老四，朕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不过大魏这几年频频遭受灾荒，为赈灾，国库不丰暂且没什么，就是苦了居无定所、忍饥挨饿的百姓啊！真叹了，父皇说的对，儿臣身为大魏皇子，理当为百姓多做点事，儿臣愿意再让出一份力交于国库，心好痛呀！出去吧，生意的事你们自己商议，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朕。哦，对了，朕允许你们找徽卫使帮忙。徽卫使，一个只对皇帝负责的势力组织。知道还可以找徽卫使帮忙后，魏玉兄弟俩就兴奋地退下了。九弟，四哥真是谢谢你了，肯将这机会让给四哥。不过我倒是没想到，父皇居然会被你说动，让皇子去做生意，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分明是老头自己一早就打好了主意了。
啊，说来惭愧，弟弟我也没什么本事，左不过是父皇比较疼我罢了。你之前是在跟父皇讨论玻璃的款式吧？你要新奇的，怎么样才算是新奇？首先呢，什么玻璃瓶、玻璃杯、玻璃茶具，那都是可以做出来的，让匠人们做出一些形状新颖优美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也就不提，可以做个天头。这还只是天头。四哥可以做玻璃弹珠、玻璃灯罩、玻璃雕塑，彩色的、透明的都行，只要客人给够钱，还可以专门给他定制一个专属的。哦对，四哥你还可以建一座玻璃房，里面全摆着玻璃制品，客人不需要进店就能看清楚。你这个玻璃房不错。我若是能在花园竹林中有这样一间房子，雨天不用躲，坐在里面品茗赏景，夜晚不用担心蚊虫，赏月谈心，这对世人来说绝对是聚会谈事的雅兴之地啊！好家伙，四哥你这是要开会所啊，有前途。会所何意？魏玉没多解释，他想的是如何做会所赚钱，而四皇子却想到了别的。这样的地方用来招揽世人，很是方便显眼，或许得跟父皇请示一番才行。还有更显眼的呢，要让你知道，玻璃制成凹凸镜，那可是能做近视镜和望远镜的，不得激动疯了。四哥，这事你先回去，再好好琢磨下吧。实在不行，我回去给你画几分样式，你到时候直接给匠人看就行。好，那我回去想想，先走了。殿下，八皇子回来时同奴婢说，让您回头给他解释下什么叫玻璃。八皇子把您藏在床底下的画本箱子拿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啊？你就不知道拦着点啊？八个不会看了后，把我的精神食粮全给烧了吧。八殿下要拿，奴婢怎么拦得住？而且殿下，我都不知道你把画本箱子藏床底的。魏玉这个混账！魏玉，你给我出来！你出去，别在门口站着。八殿下安好。八个，瞧你怎么还过来了？看你这满头汗泪的，先坐，弟弟出去找人给你烧茶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里面的东西，我倒想知道你几时看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哎呦，八个，看你这多严肃啊！弟弟，我其实是在了解风土人情啊。风土人情？你可真能扯啊！那你说说，什么风土人情？啊，说到这里，那我就得给你好好拾掇了。诺，八个，你瞅这儿，你看看这一段故事写的是南苗的一对有情人私奔，这里正好私奔到另一个村子里了。啊，八个，你耳朵先别红，先别害羞，咱们眼睛别乱看，你看这儿。谁乱看了？这本书是从南苗那边传过来的，背景就是写的南苗人与我们中原人习俗不同，大魏若是想彻底收服南苗，那我们就得好好了解对方，不是？我这是在做功课，办正经事呢。这话是狡辩吗？这书我还没看完呢，要不八个你自己来看。哎呀，八个你就拿去看吧，我还有好几本从南苗传过来的书，没准你还真能从里面找到对付南苗人的办法呢。你这些书怎么得来的？八个，你就是老实了点，跟着弟弟混这么久，怎么还是没学到我的聪明劲儿呢？哎呀，这世上哪有不让做就真不做的道理？八个，你只要明白，规矩那都是摆在明面上给人看的，私下里你只要不被人发现，钱就是万能的。你用钱收买的采买太监，聪明。哟，这就是我的全身家当了，一直想着开府后做生意用的。你这些年究竟从工人手中骗了多少钱啊？八个，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我从工人手里骗钱啊？这分明是他们托我办事，自己献上来的好吗？你又做什么了？你还没跟我说玻璃的事呢，是不是跟这有关？是啊，就是跟玻璃有关。他将这几日关于玻璃的事都跟八皇子说了遍。感情那日在宴会上，父皇说你会做无色玻璃是认真的，可你上哪儿知道的这些？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八个，你要知道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九弟我聪慧绝伦，通过看书会点小技巧，那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大惊小怪了啊！真的是我大惊小怪了？对，就是你大惊小怪了。你这么能耐，那看你样子，应该还是会别的喽。前人那么多智慧，说哪个呢？太为难人了。你不会还真有吧？那弟弟我这几日还在写方子呢，父皇那边在推呢。八个，四哥他玻璃挣了钱给我分红后，咱们就有钱了。弟弟的这点小钱，你拿一半，就当是给你赔礼道歉了。糟糕，好心动。魏玉用一半的钱，凭实力告诉八皇子什么叫拿人手短。这下八皇子都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只好满心欢喜的揣着钱回自己寝殿了。魏玉总算松了一口气，乃至第二天又来事了。大哥、二哥，喝茶，不知道你们怎么过来了？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大哥听四弟说，你们2人准备卖玻璃。这主题入的还真快。是啊，我跟八哥马上就要开府了，父皇让四哥替我安排开府的事。想来四哥应该花了不少功夫，而我也没什么好给四哥的，所以就干脆同四哥一起做生意好了。就这？不过吩咐下人去做的一个事，居然值得这么值钱的一个方子，这老九是不是太好骗了点？聊了一会，大皇子知道想要插手是没戏了，坐了会后就回去了。只二皇子还留了下来，跟魏玉聊了些其他的。再过1月便是中元节，听我母妃说，皇后会在宫内设法会，届时父皇也会去苍山佛寺祭拜。正巧此事父皇已交给我来办，沿途若是有什么不是，你尽可来同二哥说。哇塞，瞅瞅，有了价值的人，果真待遇都不一样了。知道了，二哥，到时候我同八哥一道，有事一定去麻烦你。行啊，二哥还有事，就不在这儿久留了。好的，二哥，那你路上小心啊。小安子，让你写的东西写完了没啊？写完了，殿下。那便送去给李公公吧。殿下，这种事你怎么能交给奴婢来做呢？这么好的邀功机会，你应该亲自去呈给陛下的。殿下好不容易有点作用，脑子灵光了，怎么关键时刻又犯起傻来？功劳哪有让别人呈上去的？自己去才能发挥出更大作用啊！你家殿下这么聪明，是缺功劳的人吗？高低不能再去了，老头心思多，万一去了又给自己揽上个事，那我还当什么咸鱼啊？小安子便捧着方子去养心殿了。然而他没有看到李公公的身影，只好请示门口的小太监。九皇子有东西要呈上，贤妃娘娘在里面，莫要打扰。奈何小太监没有大总管的眼力劲儿，还看不清如今陛下对九皇子的关注。还好没在外面等多久，小安子就看到了李成从殿外进来了。李总管，这是我家九殿下呈给皇上的，说是陛下一直在催的方子。九殿下没有亲自过来吗？殿下正在温书，只托我过来将东西呈给陛下。小公公怎么不亲自进去？陛下可一直在等着呢。李总管息怒，小的刚刚有眼不识，不知道误了陛下的事，忘了给小公公通报，还请总管给小的一个机会。陛下跟前毛毛躁躁的，九殿下的人哪儿是你们能轻慢的？我来。所谓的美色，到头来也不过是黄土一捧，而尘归尘，土归土。美丽的少女在天地中不过和鲜花一样，或是被路边的脚步践踏，或是时间到了枯萎老去，成为丑陋的肥料，滋润土地。这过几日就是七夕，民间还不知道如何热闹呢。七夕佳节，爱妃若是想热闹，叫人在宫里办个宴会也成。哼，臣妾哪是要什么热闹，臣妾是想着硕儿啊，他如今都17，再不成家像什么样子？七皇子17没成家不是很正常？八殿下也一样没有成家啊。有娘撑腰真好，也不知道殿下几时才能找个女主子回来。陛下，九殿下派人送东西来了。什么东西？当然是陛下您想要的东西了。快呈上来，让朕看看。陛下，九皇子都给您写什么了？高兴成这样，就魏玉那样的懦弱废物，居然也能讨陛下欢心，难不成真跟硕儿说的一样，皇帝要扶持年幼皇子了？小九聪慧，深得朕心。他前段时日造出来的玻璃很不错，朕拿去给西岐使者看过后，连他们都说不出二话来，可见是给大魏长了不少脸。那九皇子还真是聪慧，不然我们大魏还真就让那群西岐蛮人看笑话了。不过就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堂堂一个皇子跟一群匠人混一起，果真娘是小门小户出来的，连胎里都带着上不了台面的气息。先回去吧，朕还有政务处理。哼！九皇子怎么没亲自过来？回陛下，九殿下这几日忙着给四皇子画图纸，这才没时间过来。自个儿主子虽懒，但该找补的还是得找补。哼，臭小子才勤快了2天，转眼又开始犯懒了，真是搞不懂怎么会有他这么不争气的。九皇子在给四皇子画什么图纸呢？这几日四皇子忙着筹备新窑厂，所以还没来得及跟魏皇提会所的事，因此皇帝也就不知道魏玉画设计图一事。玻璃应该不能只做出些饰品吧？算了，还是先以方子的事为重。今日是七夕，也是魏玉心心念念出宫看府邸的日子。哇塞，原来七夕佳节，京都是这么热闹啊！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师傅，你是哪里的？我成都的。这个香味，红烧肉
绝对是正宗的红烧肉，色泽金黄，油光闪亮，入口即化，肥而不腻，鲜香味美，一定很好吃。你连瞧都没瞧见，就把这菜的味道给说出来了，莫不成是梦里吃到的？你上次对御膳房盛上来的烧鹅也是这么形容的？不重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弟弟饿了。去聚福楼。聚福楼，京都最大的酒楼，多是些达官贵人去的地方。八哥，你说这聚福楼一天能赚多少银子？你做什么？难道你也想开酒楼？也不是没可能啊。饭馆生意核心不就是菜好不好吃吗？古代厨子飞亲传，不工不菜方，一个招牌菜就能引得老饕千里迢迢上门。我这可是什么8大菜系，西式、中式、点心、奶茶，就连宫廷秘方也能翻出来的。思想劈叉的魏玉一下子就想到火锅了，可惜大卫压根没有辣椒。坐在包间里看着满桌子的招牌菜肴时，那是一点都没胃口。九弟，刚刚可是你喊得最欢了，现在又为何不用？可是聚福楼的菜色不合你胃口。四哥，你可知道有种植物，它的果实是尖尖的、长长的，开小白花，一开始是青色的，后面会变成红色。不知，是我高估四哥的有用性了，对不起。九弟，你说的那是何物？辣椒啊，这是个好东西，吃了它可以助人排毒排汗，还能驱寒呢。驱寒？茱萸亦可做到驱寒。你说的辣椒同茱萸相比有何不同呢？功效更甚，算不算？吃了就能立刻冒汗，让人浑身发热。那此物于幽州百姓甚好啊。幽州气候寒冷，我听太师曾言，居民多是衣不蔽体，一到冬日几乎是无人出门。这辣椒要是真能让人吃了就发热冒汗，可不于幽州百姓有大益吗？此言有理，冬日百姓缺衣少粮，炭火亦不足，辣椒不单能用于幽州，其他各州同样适用。四哥说的没错，若要有辣椒，那我边境军士也不用在寒冬苦守。你俩这所言皆是天下百姓，整得我像是个只知道吃的废物，惭愧惭愧啊！九弟，这辣椒你从何处知晓的？若能知道辣椒长于何处，我也好派人过去将种子带回来。书上说的是在海外，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只是想到如今大魏的船业发展，几人都沉默下来。这有何惧的？不就是出海吗？船不好就让底下人去想办法，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信还造不出能出海的船了。四哥，赏金多少？家国大事自然是父皇掏钱了。好家伙，说的那般豪爽，还以为是他悬赏撒钱呢，白高兴了。给老头提供个造船方子，批我几天假不过分吧。从聚福楼出来后，3个人就直奔四皇子给他们选中的未来府邸。好啊，这宅子好，四哥费心了。哈哈，九弟满意就好。3人有说有笑的踏上了回宫的马车，聊着聊着，四皇子问起了玻璃图纸的事。九弟，修新窑厂都是小事，只你说的图纸何时才能有啊？我这也好让下面的人去做啊。早就画好了，就等着你要呢。四哥，你说士族买方子还需要给钱呢，我这给你画了图纸，你就没啥表示的吗？弟弟马上就要开府了，手头有点紧呐。好你个魏玉，趁机打劫你兄长呀！停顿片刻，四皇子语气一转，打起了感情牌。嘿嘿，九弟啊，做生意最忌讳东家不和了。如今咱们一同经营这生意，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怎么还分彼此呢？别在商言商，我的就是我的，亲兄弟还明算账。弟弟我不懂为商之道，生意的事我是不管的，我只跟父皇一样，坐等分成就好。钱的事别说亲兄弟了，亲爹来了都不好使。头疼，臭老九是油盐不进呀。行，那你说给多少吧？不过前话告诉你，你四哥我是没多少钱的。不多不多，弟弟我不贪心，四哥给我个郊外的庄子，不拘大小都行。这个成，回去之后我就让人把地契、田契什么的都给你。四哥你人真好，咱们亲兄弟之间哪用得上这么客气呢？这会儿又知道是兄弟情深了，刚刚还明算账呢。四哥你几时派人送啊？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如果太忙的话，我跟父皇说一声，我自己亲自上门去拿也不是不成。这脸皮当真比不过啊！哎呀，发财了！200亩的地，到时候出工可以搞个农场，鸡鸭鱼鹅，生态循环，自给自足的。要不再养点猪？红中啊，给你家殿下再添些瓜子来。殿下，瓜子没了。
那拿银子去膳房买点啊。殿下，没钱了，您的钱被小安子保管着。他说最近您有点上火，不准再吃瓜子了。小安子人呐，这小傻子要造反啊！李成总管收了他做干儿子，他如今在跟着他干爹学做事呢。哇，那这不得了啊！小傻子居然开始学会偷偷发力，好惊艳所有人了。小安子是怎么认李成做干爹的？御前大总管平时是连大臣都要巴结的对象，怎么就瞧上那小傻子了？难道平日里是我狗眼看人低了？李总管说小安子聪明老实。七夕那天，小安子说自己帮了李总管忙，李总管送了小安子很多东西，小安子没要，说无功不受禄，还说殿下教导不能挟恩图报。李总管夸了小安子本分踏实，然后小安子被李总管认作了干儿子。这他喵的什么神奇发展？七夕那天那可不就是3天前吗？搞半天我居然啥都不知道，玩呢！几日后的中元节，到了皇帝前往苍山佛寺祭拜的日子，众人顺着京城官道，2个半时辰就到了苍山下。魏玉撩起窗帘，好奇地朝外看去。你干嘛去？我去那边看看。快起来，陛下出巡，闲杂人等别在这挡道。官爷，小人马上就走，望官爷再等等。他腿受伤了，你扶着他过去吧，顺便给他2两银子去看病。拜见2位殿下。行了，别跪了，小安子，把他俩带去一旁吧，找个大夫看看腿。执法嘛，别这么粗鲁，都是普通百姓，为着生计过活，好好说道就行，别推搡，尤其是老的少的，万一这一推出个好歹，岂不是显得陛下为了出行残暴不仁，还坏了自己名声？是，九殿下教训的事，小弟知道了，小弟日后一定小心谨慎，绝不会再推搡百姓了。官爷答应殿下不会推人了，那以后就会少一些同我和阿爷一样受欺负的人了。大人，殿下是好人。二丫会算数，二丫可以报答殿下吗？二丫别乱说话。那个大人，孩子年少不懂事，他不是故意冒犯殿下的。殿下不需要报答，殿下见不得人寿，殿下看到你会忍不住给你饭吃，把你养胖的。殿下是个好人啊。大人，殿下是个大好人。二丫听铁蛋说过，他说李夫子讲，不忍心让百姓挨饿，愿意给百姓吃饱饭的官，都是十分难得的大好人。二丫不会写字，但二丫会算数。客人来买阿爷的烧饼，二丫能很快算清客人的钱，从来没有出错。二丫很有用的。殿下只让我将他们带走看病，没说要收留对方做奴才啊！而且会算数有用吗？难道要算殿下每天嗑多少瓜子？祭拜持续了2个半时辰，皇帝先行一步，随后魏玉他们才陆续下山。你真是活该！从前让你跟着武师傅一道习武，你偏偷懒，这下好了吧？我看你这体力连后宫娘娘都不如。你羞辱我可以，怎么能羞辱后宫娘娘们呢？确实是不如啊！娘娘们能一天在御花园里逛个20来遍，还不带喘气，在地上跪2个时辰都面不红气不喘，顶着大太阳都能从西宫跑到东宫，只为聊天，真服了。下山时天色已晚，只好第2日派了个相熟的侍卫去找二丫了。不过当天却是侍卫自己回来，并没有带着二丫。殿下，对方家住苍山附近的刘家村，那刘二丫已无父母，跟他阿姨相依为命。属下去的时候，恰逢有人在找他家麻烦。啊！欺负孤儿寡爷，你具体说说。是殿下，刘家穷苦，刘二丫母亲早亡，后父亲一直在为娶妻。3年前，刘父因欠人赌债，醉酒后在湖中淹死，这笔债便落在了爷孙2人身上。今日属下过去时，正逢追债的人上门讨债。在古代，欠债还钱，父债子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连大魏律法都有写父债子偿这个事。魏玉想着高低也没有多少，好人做到底，替他家把钱还了。他家欠了多少钱？120两。这么多？不对，这尼玛高利贷啊！1两银子就相当于1000文，在大魏，普通百姓1个月不吃不喝，能挣到300文，那都是发财了。天子脚下，竟敢这般鱼肉百姓，给本殿下抄了！皇帝进御花园时，发现了奇怪的一幕，所有人都在用着他根本没见过的仪器忙得热火。这一幕让他感到十分不解，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竟是他从没见过的提炼白糖的工艺。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种工艺所得到的白糖质量更好，
甚至产量更是翻了一番。他这才想起，这就是那个整天想着偷懒的小儿子献给他的方子。之前还躲着不肯来，是生怕朕又找你吧？哪能啊，儿子怎么可能会躲您呢？我这么孝顺的人，要不是最近课业忙，定日过来给您请安的。哦，是吗？那朕明日同太师说一声，让他给你布置的课业少些，你就日来给朕请安吧。魏玉立刻住嘴，坚决不再继续这个危险的话题。想了想，只好把话题转移到之前给老头的方子上。父皇，儿臣给的那炼糖方子产量可有增加？朕让裴职找人试过了，胶州的这18斤才出1斤糖，而用你给的法子，11斤左右便能有，这将近省了一半啊！只是胶州的这不如伊州种的好，伊州只需要15斤就能出，若是用伊州的这来替新糖，一定能省得更多。可惜，可惜什么？可惜伊州的士卒多呀，朝廷每派过去想要整治糖价的刺史，都是无功而返。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贪污腐败。钱权交易，看来你还是挺懂官场的。伊州毗邻大梁，之前正值两国交战之际，朝廷没精力去管伊州的世家，于是就给了留在那里的世家做大的机会。那啥，爹，其实提糖这个事吧，也不止甘蔗能啊，什么甜菜、甜菊、糖漆树的都可以啊。什么甜菜甜菊的？那是什么？何处能有？长什么样子？朕立刻派人去学。不好意思，先让我翻个平板。那啥，爹啊，这个东西吧，嘿嘿，咱们这好像大概可能是没有的。没有？那就是没有嘛。我说的这几样植物应该都在海外长着呢。说来您可能不相信，海外好东西多着呢，像那种高产的玉米、土豆、花生，还有辣椒、西瓜、葡萄，通通都是能让百姓填饱肚子的啊。果然，这臭小子肚里的墨水多呀！要是不急两下，这懒上天的混账是压根儿就不会开口的。爹啊，海外的好东西其实真不少的。如果爹要派人出海寻物呢，儿子其实也是可以出点造船图纸的。造船图纸一画，只要你画出来，朕允你1月休假。好，君无戏言啊！父皇你可不能反悔啊！我这就回去给你画，你等着等着啊！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啊！臭小子连造船都会，看来他会的东西还有不少啊！以后得多给他派点事儿了。哎呦，我这狗脑子，高利贷这正是忘说了。算了，今晚还是连夜画图吧，明天交图的时候再去说得了。殿下，你还没画完啊？是啊，你家殿下久没做社畜，这一下子还适应不了这工作强度，真酸啊！殿下，你一晚没睡，等会儿奴婢是不是又要去给太师请假啊？你知道就好。魏玉休息了下，立马就拿着图纸去了养心殿。而这个点，魏皇在同大臣们早朝，于是他将东西交给守在殿门口李成的徒弟手上，让他放在老头的书桌上，然后交代一声，就着急回去补觉去了。朕前段时日得到新的白糖方子，已让裴职找人试过了，用的是胶州的这新的提炼方子，可节省近1半的这。众爱卿可知这意味着什么？恭喜陛下，此乃我大魏之福啊！白糖向来价高，寻常百姓根本买不起。陛下能得新法提炼白糖，这不止于百姓是件好事，对朝廷更是好事一桩。丞相所言甚是。白糖一直都是益州士族的党种，陛下能有此举，看来是不满益州士族把持糖价已久。陛下今日说此事，下一步该是要派人去益州整顿糖价了。不行，益州势力纷杂，我公孙家二郎还是不要掺和此事了。想不掺和，你既这么懂朕，那朕若不满足于你，岂不是辜负了丞相你的心意？陛下，从前糖方都掌握在益州那群人手里，他们把糖价定得极高，非大户人家用不起。如今我们有了新的糖方，自己制糖就可以把糖价给打下来了。杜大人此话有理，但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怎么就操之过急了？我们有新的糖方，你若觉得胶州的这比不上益州，那我可以直接率军平了益州那些说三道四的。老夫，杜大人误会了，益州不少良田都被士族所垄，益州所种的这也多归士族所有。朝廷要收税，钱粮亦可以，但百姓要生存，有地者也多是去种粮。陛下是明君，总不可能为了白糖而强行下令让益州百姓去种这吧？白糖价高，百姓哪怕不会制糖，只要种这后卖给那些士族，怎么着也能挣一笔吧？难道益州那些士族还真就能昧着良心压价？若想垄断白糖，一是在于糖方，二是在于原料。士族担心会有人自己炼出糖，很早就开始有意打压。士族同气连枝，合起伙来压低这的价格，卖不到钱，百姓又怎么可能还会再去种不值钱的这？最后糖方和原料可不就都在士族手中了吗？当真是投鼠忌器，这治理天下可真难啊！这日子真的过得比狗都不如。
狗都不做皇帝。陛下，白糖价格一事还需细细商议，望陛下容臣等再思索些时日。裴青，你可有什么法子想与大家商议一番的？哦对，差点忘了这坨铁疙瘩，唐方这事肯定跟他有关。这老小子居然都不跟我们知会一声。回陛下，臣却有一想法，不知道可行与否。但说无妨。陛下，如今我们掌握着新的唐方，可省下1半的原材，是利民的好法子。世家既然不愿公布唐方，也不肯降低糖价，让宜州百姓无路可走，那何不让官府来做这个引路人呢？臣恳请陛下向宜州百姓公布唐方。不可啊，陛下，唐方珍贵，哪能随意向世人公布？若能掌握在朝廷手中，势必能为国库赚取更多的钱粮啊！唐方再珍贵，种得过天下百姓，我看齐大人是掉进了钱眼里了，才想着与民争利。我看裴大人，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釜底抽薪是好法子，但你就怎知宜州士族会甘愿坐以待毙？怕不是到时朝廷前脚刚公布了法子，士族后脚就偷偷把方子毁了，保不齐那些看到方子的百姓还有性命之忧。谁说公布唐方就一定得在大庭广众之下了？就不能先在胶州提出一批糖，然后低价卖给胶、宜2州的普通百姓，让百姓先知道有低价糖，等到时机成熟，再告诉他们可以到官府用几两银子买唐方。这法子妙啊，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百姓、朝廷得利，还让世家吃瘪，一箭3雕啊！陛下，您放心，臣愿意带兵直接坐镇宜州。若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坏陛下的事，臣一定砍了他们脑袋。宜州是说大不大，哪能用得上杜钦出马？此事朕打算交给丞相家的2郎来做。陛下，微臣2郎年岁尚小，属实不能堪当大任。若此事交由他来做，定会坏了陛下大事，望陛下三思。爱卿谦虚了，朕常听贤妃说家中2弟才思敏捷，文韬武略，是个不可多得的良才。朕就一直想找个机会，看看贤妃说的是否属实。这说贤妃夸的是假的，那这就是在欺君；可若是说贤妃夸的是真的，那不就是在送2郎去宜州找死吗？此事朕欲派2皇子同去。是，臣替家中2郎谢过陛下。2皇子可是我公孙家的希望，2郎死了，2皇子都绝对不能有事，这必须得救。老曾上课还打盹，不会数理化怎么造大炮？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陛下，今早九殿下来过，还给您带了个盒子过来。臭小子又送方子过来了，快，盒子在哪儿？给朕拿来。快，让丞相他们立刻回来，朕还有事要与他们商议。殿下，李公公在外候着，您睡了2个时辰也够了，可别让陛下久等。一切为了假期，忍了。收拾好的魏玉跟着李成前往养心殿，在路上，李成公公很是好心的提点了他等会儿要面临的局面。毕业答辩不成，搞这么多人等着。小九来的正好，裴青正好有事要问你。敢问殿下，此图纸可是殿下又从哪本古书上见到的？是，都是从古书上看到的。那古书是不是也找不到了？对，书太多也找不到了。小老头聪明得很，这理由听1次可能还会信，但听第2次就知道肯定是假的了。其他大臣听得云里雾里，但他们却是知道这些图纸若是可行，那对大魏的传业绝对是一场浩然巨变。会造玻璃还能拿出这么多的造船图纸，这九皇子想来是早早就在谋划了的，也不知道背后都有谁。有谁？朕应是算一个的吧？这要不是朕看着，就臭小子这种懒散没出息的态度，估摸着能被旁人欺负死。朕真是个好父亲啊！徐、胡、清3州多江河，船运发达，运粮的漕船平底浅舱，体型肥短，船身坚牢，是专为行驶于长江大河、急流险滩运输之用，每船可载粮1000斛。殿下如今所出粮船图纸，长处在何？裴大人请看，据我所知，如今大魏的粮船多是用钉接榫合的连接工艺，此法能使船的强度大大提高，反正比如今的粮船要好。父皇，儿臣说完了。不错，听起来倒是很像那么回事。殿下，不知要造出这艘船需要花费多少？齐大人问我，这我如何知道？齐大人问我造船所需材料，或许我还能告诉你，可这材料物价一事得因地制宜吧。这倒也是，朝廷若是要造新船，户部不知又得拿出多少银子来，肉疼啊！滚边拉去！那战船呢？殿下，你快给臣说说这战船与之如今的车船可有哪些强处？臣瞧着这几个地方有些陌生，这是用来放什么武器的吗？杜大人好眼力，一眼就能看到关键。这几个地方都是用来放武器的，为了保护和稳固，具体是个什么武器，杜大人现在还是不要问了。为何不要问？
殿下若是不告诉臣是何武器，这不是让臣整日牵肠挂肚吗？殿下，可是那武器难以打造。小九啊，有话直说，别藏着掖着。非我不愿意说，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学习这项技术啊。殿下是要找何类人来学？6部人才济济，只要殿下需要，想来陛下不会不愿意的。爹啊，想打击世家部，教育资源全被世族把控，朝堂大半官员都是世族，长此以往可不是好事哦。您就不想扶持寒门？这他喵的想做火药、铸炮台、造火铳什么的，不学点数理化怎么行？6部谁会这些啊？这些世家的存在，只会对皇权的施行造成越来越重的影响。若无对策，迟早有一天，这些世家会反过来对抗朝廷。朕想起，这是小九曾跟朕说过，要做成此物很是不易，需专人潜心钻研多年，或有成果。6部官员皆有事矣，是以这事，朕已派了旁人去做，爱卿们就不必过多询问此事了。居然早就在做了，陛下竟然没有跟我们的商议，此事不妙。陛下派了谁去做？工部俱是能工巧匠，陛下为何不交给工部？难道是工部的人都做不到？完了，这又是一笔巨大的消耗。不对，陛下好像没问我要钱啊。所以，陛下，此物到底是个什么武器啊？很简单啊，就是啊天呢，哟，我嘣着安尼真大声了，我是听安。新式武器嘛，说了也白说，还是得东西造出来后再看呗。众人又差不多商议了半个时辰，敲定相关事宜，大臣们便退了。魏玉想着赶紧留，没想到被魏皇点名留了下来，询问他武器相关之事。父皇，儿臣要做的武器是一种既可开山辟地，又能于100步外摧毁敌方军队的重型热武器。魏玉一顿输出，魏皇越听越是激动，生怕自己这爹激动的给挂了，他赶紧给老头浇了一盆凉水。爹，东西还没做出来呢。玉儿啊，你同爹说说，做成这火药炮台需要多久？您若想尽快造出来，那就得找合适学这些知识的人，只要能找到，我就愿意教。朝堂上的官员一个都不行，也有不是世家子弟的。只要他们愿意学，肯变通，乐意钻研，我都行。不过，爹，你可得想好，应该让哪些人第一批学习才行。这可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如今还没有谁能够完整掌握哦。魏皇陷入沉思，半天无声。魏玉实在是等急了，只好开口打破沉默。爹，想不如做，您若暂时决定不好，那我们就先在一块地方试点呗。试点？此乃何意？就是划出一小块地方，在这个地方先试着推行要做的计划。其实儿子已经找到了一个学数学的好苗子，可惜对方家中有些麻烦，需要父皇派人解决一下。你是不是早就打算好了？啥？儿子不知道啊。你说的那是何人？什么麻烦还需要朕派人解决？于是魏玉就将刘二丫的事告诉了他。京都居然有人敢如此鱼肉百姓，好大的胆子！是啊，天子脚下，皇城重地，律法明文规定不能放高利贷，偏偏还有敢阳奉阴违的，简直是不将朝廷放在眼里吗？你闭嘴！这件事朕会让霍廷玉去做，这背后放高利贷之人，朕绝不会姑息。至于那个刘二丫，朕会让霍廷玉明日将他们一家都带到京都来。行，您决定就好。对了，下月中旬就是你跟老八开府的好日子，你既然想交那个刘二丫，那朕到时候再送你一只侍卫。啊？送侍卫？难道是一只灰卫使？灰卫使就那么千来号人，臭小子你也好意思狮子大开口要一只？你先回去，给你派人的事，朕再想想。玩呢！拜见九皇子。拜见九皇子殿下。九皇子，陛下说刘二丫暂时会在宫中跟着您，等到您出府，再交由您自行决定去留。我知道了，多谢霍大人。霍廷玉将皇帝的任务完成后，便对魏玉告辞了。魏玉转头看到一旁默不作声盯着刘二丫的小安子，没好气地说道：“你看什么呢？出去给二丫安排住所啊！”殿下，刘二丫会算数，奴婢也会数数。一个算数，一个数数，二者能一样吗？算了，跟你个小傻子计较啥？快安排住所去！听你说你会算数。为什么我的课业这么多？为什么抽老九每天那么悬？只是八皇子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那深藏不露的九弟。听你说你会算数。二丫会算很大的数，殿下给阿爷钱治病，殿下是好人，二丫想报答殿下，
殿下想教你读书，等你学会了再来帮助殿下，你可愿意？二丫愿意。一切都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唯独让魏玉没想到的是，这小丫头压根不识字。没办法，魏玉只好把孩子交给小安子，让他先干着教识字这费劲的活计。然而没过几天，小安子就哭诉来了：殿下，奴婢觉得自己很笨。难道他从前一直不觉得？怎么会？你家殿下，我又不嫌弃你，你没事说这些干嘛？殿下，刘二丫是个聪明人，奴婢好像教不了她太久，您得换个师傅教她才行。妈耶，不会真是个小天才吧？你都教他什么了？怎么就教不了他太久？您从前看的《三字经》千字文，奴婢念一段，他就能记住一段；奴婢教他识字，他1遍能记住，3遍能写好。这就是天才的世界啊，恐怖如斯。没事儿，你先教着，殿下，我相信你的水平，等到开府后再说。日子一晃又过去好些天，高丽代的事也在徽卫使的搜查下水落石出，是吏部员外郎夫人的娘家所做。于是魏皇下令罢官抄家，并将赃款清算，悉数归还百姓。期间，四皇子派人来告知魏玉过几日参观城外窑厂的事，魏玉便想拉着他八哥一起，乃至八皇子愁眉苦脸地告知他没空。八哥这是咋的了？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老头念及两人感情深厚，为了让老八不至于被他这个深藏不露的弟弟落下太远，只好让太师多布置些课业，好让他多学习学习。刚从城外看完窑厂回来的魏玉，正跟他四哥在城内闲逛着。陛下可真是个好皇帝啊！前些日子要不是让人查了那个刘大人，还抄了他夫人的家，如今放我二舅爷家利钱的那户人，还不一定肯放过我二舅爷呢。就放债的那些人还肯放过人？你别是在说笑吧？你若不信，大可跟着我去见我二舅爷，那放债的人亲自上门，重新算了利，就按照朝廷规定的3分利，从前高了的利钱还还给了我二舅爷。什么？这可倒是个大好事啊！父皇查了个违法放债的，后面无数放债的都小心了起来，还真是无心插柳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可真棒啊！我们走吧，四哥。而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在路过一个拐角口的时候，魏玉又看到了一个摆摊卖画的书生在被人刁难。我说刘怀野啊，刘怀野，你爹不过是被罢了官而已，还没穷到不让你念学吧？怎么如今还自己出来卖字画了？刘兄，你要是手头真的紧，可以找我借银子啊，我又不是不会跟你借，只要你跪下求我，我肯定给你1两银子的。哎呦，宋兄干嘛给1两银子这么多啊？可不是，呵，要不是他们家，我们家哪至于亏了那么多钱？要我说，给他10文钱都是多的了。这算是京都内的纨绔子弟吗？或许是吧，不过听他们的话，估摸着是有仇。回殿下，看串着，前面那3个应该是白马书院的学生，至于是哪家的，属下不知。不过那个卖字画的书生是之前吏部员外郎刘秉福的庶子。你怎么知道他是员外郎的儿子？之前去刘秉福家办案时，属下就在其中。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想来他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四哥此言差矣，那犯事的其实也不是刘秉福啊，是他夫人及其娘家做的。真要论罪，也该是嫡子，关他个庶子什么事？刚想争论一番的四皇子，奈何被察觉到不对劲的魏玉抢先一步岔开了话题。我们过去看看吧，我瞧着他这字画还挺不错的。不错不错，你这字画都很是不错嘛。京都没这号人物啊！看这少年身后还跟着侍卫，不是一般人啊！在下长宁，家父国子监祭酒，敢问小兄弟是何人？啊，我新来的。霍大人是我远方表哥。啊，原来是霍大人的远房表弟啊！那个小兄弟好，我们突然想起书院还有些事，我们先告辞了，再会啊！你倒是会说，也不怕有人知道。哎呦，四哥，哪儿有什么人知道啊？你知，我知，他俩知，然后他知。在下刘怀远，多谢2位解围。不用谢我，我可什么都没做。你要谢就谢我九弟吧。听刚才的人说你缺钱。是，在下缺钱。你家中应该还有余钱，怎会让你出来卖字画？夫家之钱，非无物也，吾有手脚，可以全身也。懂了，跟家里有矛盾，想划清界限，自力更生，挺好的。既你缺钱，我这正好有份活，教一个小孩子念书识字，每月5两银子，包吃住，逢年过节还有礼品相送，教得好涨工钱。那孩子聪慧，如何教学随你来，这可愿意？九弟疯了，居然随便找个人来做教书先生，你这是要教谁？公，家中有老师，难道还不足以教人？太师虽好，但也不可能去教二丫啊。四哥，这你就不用管了，弟弟，我自然是有缘由的。如何，你可愿意去？
教书一事，阁下愿意给予机会，在下不才，愿意一试。只不过家中还些许琐事，可否等在下处理完，再上门拜访？可以，当然可以。四哥，到时候你帮我招待下。随意。这是我四哥，等到你什么时候处理完了，再上恭王府拜访吧。四哥，恭王府，四皇子，这竟是2位皇子。转眼间就到了魏玉与他8哥受封开府的日子，八皇子受封康王，魏玉受封贤王。这啥意思？贤王，老头拐着弯骂我呢。受封当天，魏玉激动坏了，拜别皇帝皇后，然后毫不留恋地奔向了他的新家，一连3天都赖在床上没怎么下去过。小安子都看不下去了。殿下，八皇子那边都在准备开府宴了，咱们的呢？刘二丫学得太快了，奴婢真的快教不动了。殿下，您真的再找个先生了？陛下昨日派了支100人的徽卫使过来，霍大人说他们从今往后都归咱们王府管。昨日问您，您说今日安排，所以安排呢？哦，对了，今日早上门房说有个叫刘怀远的人上门找您，说是来教书的。啊，你说啥来着？什么开府宴？于是沐浴在小安子怜爱目光下的魏玉又听着对方从头说了遍。八哥那边开府宴怎么弄的？你等会儿过去问问，顺便找他要份单子，咱们就跟8哥搞一样的，省脑筋。奴婢知道了，那100徽卫使呢？没想到老头还真送了1支徽卫使过来，皇子中独一份啊，高调，太高调了。那100人你安排在哪儿了？殿下您忘了，奴婢昨问您，您说随便，然后奴婢就将人安置在后院了。好家伙，安置在后院，亏你想得出来。行吧，刘怀远人啊，人在前院等着呢，2个时辰了吧？要死不早说。富家公子为了吃上一口热饭，竟做起了摆摊的穷苦营生，只因家族有人触犯律法，一夜之间被抄家流放。好在此事并未株连，他也因此逃过一劫。然而当他见到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时，他不仅不想报仇，反倒还称赞叫好，甚至还决定接受对方的招揽，一心效忠。让刘先生久等了，适才有事，一直未来得及招待先生，还望海涵。草民拜见贤王殿下。先生不必客气，我是个随和的人，日后相处久了，先生便知晓了。坐吧。上次一别，如今已过去半月了吧？事情办得如何？多谢殿下挂念，草民无事，只是家中。我只需知道先生无事便好，先生私事无需知会我，若先生有难，再告诉我也不迟。草民是分家之人，生无所长，唯一能过得上眼的，也就一手好字画。魏玉的邀请，在刘怀远看来，就是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幕僚的。这个问题他考虑良久，最后决定过来，还得是因为前几日他得知了一件事。他家之所以被查，还是因为9皇子告知的陛下。按理说，对于这个罪魁祸首，他应是憎恨的，但他是个明事理的。相较于报仇，他更敬佩9殿下是个仁爱百姓、心胸开阔之人，且他对这个家毫无情感。毕竟他只是一个庶子，从小便是在苛待末世中自我求生。如今面对如此上位者，他很难不接受这个机会。不知殿下先前所说教书一事，如今可还作数？作数啊！刘先生若不介意，可直接在王府住下，王府空院不少，不缺先生一副碗筷。既是殿下好意，草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先生客气，日后就是一个屋檐下的人了，无需这般多礼。殿下礼贤下士，心胸广阔，原话迂腐，只知礼不可废。原话可是表字？正是。哎呀，好字，不知原话兄今年几岁呀？回殿下，20有3。刘二丫的教学问题算是告一段落了，下面就是安排那支徽卫使了。所以你们这100人以后都归我管了。是，陛下旨意。从今以后，属下等只听9殿下吩咐。那你们都会些什么？让你们杀人、打探消息是不是都可以呀？本殿下吩咐，吾等必竭力完成。既如此，那这整个贤王府便都交由你们守卫。若无我特意吩咐，便不希望看到有纰漏出现，可懂？属下遵命。很好，以后你就跟着我吧。小安子师傅，新师傅是什么人啊？他会不会不喜欢我，然后不肯教我呀？新师傅姓刘，殿下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叫你只管跟着新师傅先读书识字，等到差不多的时候，殿下会另有安排的。我知道了。刘先生，这是刘二丫，殿下说您只需要教导对方基本的仁义礼智信、大卫律法，以及让他学会大卫目前所有的字就好。大卫律法，我自己都还没看完呢，这怎么感觉是在给自己教学啊？
从今日起，我便是你的老师了。是，老师在上，弟子刘二丫给老师问好。日后跟在殿下身边，二丫这个名字总归不太合适，你可愿换一个名字？请老师赐名。长治久安，鸢飞鱼跃，不如你就叫九渊吧。弟子以后就叫刘九渊。这天，八皇子的开府宴办得很热闹，魏玉是第一个过去的，主打一个蹭吃蹭喝。你身后这人是？哦，我的贴身侍卫方生，父皇给的。父皇什么时候对你这么好了？大概是父皇终于知道我是个天纵之才了吧。八个放心，苟富贵勿相忘。我谢谢你啊。八个，你这都邀请了哪些人啊？我不是给你单子了吗？忘了看。你怎么不把我也忘了？你可真行啊，瞅着日子来混饭吃是吧？还得是八个懂我啊。二人边往前厅走，边说起等会儿要来的人。八个，你外祖家不是在徐州的河西郡吗？这么快就能过来了？上月底就送信过去了，5日前我外祖那边的人就到京都了，待会带你见见。宴会都是在白日里举行，宾客已经陆陆续续来了，而除开魏玉，四皇子是兄弟中第一个过来道喜的人。四哥，九弟怎么才来？这位是工部郎中冯志才冯大人，如今是负责窑厂玻璃的人，这你可得好好认识一下。下官冯志才拜见九殿下。冯大人，请起。下官如今能负责窑厂玻璃一事，全赖九殿下才思。闻殿下声名已久，如今一见，果然不同。那可不，我这九弟聪慧的紧。前些时日冯大人见到的那些图纸，可全都是我九弟所画，能不能做出来，那就得靠冯大人手下的人了。四哥跟人说这话，是在给我介绍人脉。真不知道你是假鱼盾还是真藏拙。咋了嘛？这是在向我示好拉拢我，还是被我示好给反拉拢了？不会吧，就一个玻璃生意啊，好好一个搞事业的皇子，没道理这么容易放弃吧？随后，魏玉就在他八哥身边帮衬着。八皇子是主家，迎客时魏玉也被动的认识了不少官员，而除了5、6皇子亲身来了外，其他几位皇子都只差人送了贺礼来。四哥今怎么也来了？我还以为你跟大哥他们一样，也忙正事呢。我就一闲人，哪能跟大哥他们比？再说了，我与八弟感情深厚，参加八弟的开府宴，这不是应该的吗？倒是弟弟眼拙了，你让我觉着恶心。八弟的开府宴是办了，你的准备既是办啊，5哥哥里都准备好了。 5日后，明日我就给兄长们发帖，可好？那就好，我这久等不来你的帖子，还以为你是不愿意邀请我们呢。怎么会？小安子，奴婢在。打开 BGM。哥哥们都是我心中重要的人，缺了哪个弟弟都心如刀绞，弟弟只怕发了，你们不愿意来，到时候空欢喜一场。是弟弟的，不是了。行了。4人聊了一会，就相继告辞了。魏玉是最后一个走的，路过一个回廊时，看到回廊下的草地里似乎蹲个人，那是不是个小孩？看着像是。走去看看。小孩，你哪家的啊？你叫什么？可知道家中长辈的名字？你蹲这儿多久了啊？这他喵的，怕不是个自闭症吧？魏玉头疼，只好吩咐方生去跟八皇子说一声这里的情况。俩人就这么待着，院口刚有脚步声响起，那孩子突然说话了：“他们力气好大。”什么力气好大？爷们儿要馋了！好家伙，感情刚刚一直在看蚂蚁呀！不会吧，不会这么巧吧？这是遇到一个喜欢观察自然的物理苗子了。拜见九殿下，你们来找这孩子的？回殿下，是的，这位是柳家小公子，是咱们王爷的表弟。这孩子叫什么？柳晨义。回头你找人查查这柳晨义，看这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要真是个学物理的苗子，就这么放过，似乎不太好。又是为大魏奋起、殚精竭虑的一天呢。皇帝有一个奇葩的儿子，每天不是哄骗小太监的糕点，就是看着天空发呆，就连争宠的机会都会主动让给其他人，这让他大感意外，利用读心能力，这才得知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原来他这个儿子那是连皇帝都不想当，只想着刷剧追书，气到吐血的他一封圣旨，当场击碎少年嫌疑梦。柳晨义是前京都府尹柳入的孙子，排行第6，乃3房独子，性子孤僻，自幼不爱讲话。大夫说他得的是痴病，据照看他的嬷嬷说，
似乎是怀胎之时母体被马匹惊扰所致。柳家来的那位长辈是柳晨义的父亲？不是，是柳入二子柳维。柳晨义好歹是柳家3房独子，他爹娘就这么放心孩子来京都，也不怕办道出什么事？柳家已经在京都买了宅子，就在外城。他们这次来京都，除了给八殿下道喜，就是忙活柳家3郎来年科考的事，而带柳6郎过来，也是为了治他的侄弟。教学这事急不得，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当务之急还是继续躺平享受我美好的开府生活。但愿老头把我忘了，可千万别惦记我。八皇子的开府宴办得热闹，但魏玉却没想到自己的开府宴还能更热闹，只因他8位兄长居然全来了。一众皇子坐得秩序井然，面上也显得端庄有礼，但一开口就知道是老阴阳人了。三哥上次不是说身子不适？哎呦，也不知道哪位太医看的诊，再是神医啊！听说七弟昨日在马场摔了一跤，要不要找这太医给看看啊？呵，看来五哥是人太闲，连弟弟摔了一跤都知道，也不知道京都一条狗没了。五哥是否也能知道啊？哎，七弟，你五哥也是在关心你，你三哥找的太医好，看看又何妨啊？是不是啊，三弟？太医院太医16人，若想见4殿就是。大哥，你腰上的玉佩倒是不曾见你戴过，花了不少银子吧？不过是底下人献上的一块玩玉，怎么4弟竟连这都没有吗？八弟，你府上的糕点没9弟摘的好吃。一桌9个人，7个都在阴阳怪气，只有2只拿筷子的手飞快忙活着。六哥，我是你弟弟，为了你的生命健康着想，这块肉还是我帮你负担了吧。9弟，我是哥哥，反正吃了那么多，也不差这一块了，我还是客人呢。2个人的动静终于引起了阴阳人们的注意。老六，进门前你怎么跟我保证的？这就是你说的少吃点。是啊，我已经少吃点了，我在府中还能再吃下一半呢。都撒开，堂堂皇子为这一块肉争执，也不怕叫外人看了笑话。看你们俩这没出息的样子，一块肉罢了，回头我去京郊打猎，一人给你们送只猎物可好？我要2只，谢谢。我也要2只。四哥，还有我，麻烦你了。四弟啊，别忘了你二哥。麻烦四哥了。靠，我嘴是真贱啊！你如今也开府了，可有想过要做什么？你同大哥说，大哥到时候向父皇给你说情。小九不是会烧玻璃吗？想来是喜爱公事的。虽然工部地位低，但于大位十分重要啊。小九，你若能在工部一展身手，那日后父皇的赏赐可少不了。哎，可不能这么说。9弟可不单单善于公事，二哥你别看他书读得不咋地，但脑瓜子还是很聪慧的。大哥，你让他跟着你去户部，说不得能出主意给户部赚不少银子呢。是吗？那我这……不是，我没有，我做不到。大哥你别听四哥乱讲，搞毛线呢？老头都没催我干啥呢，一个个反倒关心起我来了，赤裸裸嫉妒我滋润的生活啊！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大惊小怪些什么？九皇子开府距今有几日了？回陛下，今天已经是第13日了，恰好今日是9殿下的开府宴。开府宴，那正好。等他府上宴散了，你替朕送个旨意过去，顺便再准备2份贺礼，1份给他，1份给老八。2日后就1月期满了。好在朕刚刚想起来了，不然岂不是又让臭小子继续快活了？好不容易把这一尊大佛送走，魏玉整个人都蔫了。几位兄长如今似乎是知道了他的价值，都想要拉拢他。这怎么跟我从前想象中的开府日子不一样啊？殿下，宫中来人了。啥？殿下，宫中来人了。李成公公正在门口等着您过去接旨呢。接什么旨啊？铁定不是啥好事，要不我先溜。殿下，李成公公是带着人过来的。啊，前后门被堵了，溜不掉。李成公公说了，您要是身子不方便，他也可以在您床榻前宣旨。啊，你到底谁的人啊？奴婢自然是殿下您的人，不过您要是选择不遵旨，那奴婢也可以是您的鬼。走吧，去接旨了。礼都送来了，老头又惦记上我了，我可太难了啊！拜见殿下，老奴在此和殿下开府之喜，祝殿下日后能一展宏图。李公公见外了，不知公公此次过来所谓何事啊？殿下，咱们接旨吧。还真是圣旨，老头是铁了心搞我啊！皇帝敕曰：鉴于皇九子玉，俊秀笃学，英才俱备，是国君，甚恭，是父母，甚孝，是手足，甚近，是臣仆，甚威，大有乃父之风范，朕之悉颖。臭不要脸！今命皇九子玉为兵科佐己侍中，勤心不负朕志，钦哉！这搞什么？
兵科给事中7品文官职位，但却可以直接奏请圣上监察官员，典型的官小权力大。这还不如把我发配幽州去做小兵呢。天高皇帝远的，我还可以仗着皇子身份偷鸡摸狗，不游山玩水，做给事中。卧槽哦！赵老头如今把我当牛马使的趋势来看，那不得得罪死一圈人。殿下快体，陛下虽然。李公公，不如您今就当做没见着我吧。老奴身后可都是陛下的人呢。多谢李公公跑这一趟了。红中。多谢殿下，天色不早了，那老奴也就告辞了。殿下可别忘了明日进宫谢恩。好的呢。完了，没希望了，我的庄园度假行废了啊！次日，魏玉一大早就被小安子叫了起来。殿下，原来昨日李公公不止到了咱们这宣了旨，还去了八殿下那边呢。您得了兵科给事中一职，八殿下则是吏部郎中，比您高了4个品阶。你想说什么？是不是嫌弃你家殿下想跳槽了？殿下，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是怕您接受不了，所以提前给您说说的。我是接受不了谁官大官小吗？我接受不了的是要打工啊！哪个富 N 代未成年能接受自己花儿一样的年纪跑出去起早贪黑累死累活打工的？跟傻子说不明白。殿下，您这是不敢面对现实。二丫开始念书识字的时候都没您这么胆怯呢。人家现在叫刘九渊。您跟八殿下是自小的情谊，奴婢相信八殿下日后肯定是会帮扶您的。您别担心，大不了您在朝堂上不出头就是了。瞅瞅，你如今都教起我做事来了。殿下，您现在是王爷，隔壁肃王、陈王、晋王、恭王、端王、瑞王、襄王都在看着呢，您就不知道好好表现下？赵霞好肺活量啊！指望殿下是没希望了。如今这整个王府的前路啊，看来还是得靠我小安子来支撑才行。也罢，是时候走出去，再多交几个知心朋友了。什么？表弟，你要拜我九弟为师？那我以后怎么叫他？八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倒想好了，打今儿起，咱俩各论各的，甭管你叫哥，你管我叫爸。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哥找什么呢？爸帮你找找啊。我真的裂开了这个。哦。哎，你干嘛去？找你表弟玩虫子去。我操！我操啊！你，那虫子爬我身上了！一阵鸡飞狗跳后，最终还是这孩子把虫子又捉回了手里。你今日怎么不观察蚂蚁了？不是说蚂蚁力气大吗？想不想知道那是为何啊？前日夜里下雨，蚂蚁不见了，我想知道。然后魏玉就是空气温度、土地湿度等等一堆相关解释，听的小孩子直眨眼睛。我说的都是最简单的了，你这还是不懂，我能怎么办呢？你教我，我学。可是我不喜欢不说话的人，你平时都不理人，这要让你跟其他人一起学，那外人看见了还不以为我们欺负你呀？而且你太笨了。我说话，你教我，我不笨的。魏玉自然是知道这小屁孩不笨，而他现在做这些，也是希望这孩子能够正常与人交流。他不想日后看到这孩子被人孤立，或者是自成世界孤立别人。咦，我这算不算是 PUA 啊？好孩子，你的求学之心我看到了，你很真诚，我很欣慰。但是我不能因为你的真诚就贸然让你加入学习呀。你说我学，我教书修。束修，古代民间上下级、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馈赠的一种礼物。严重了，严重了！我这不收钱的，但咱们可以立个字据啊。立字据？你既然想跟我学知识，那就得改了。自己不爱说话，也不搭理人的毛病，立的字据就是这内容，算是你对我的承诺。做不到，咱们就惩罚，如何？你看看你，我刚刚怎么说来着？不回话，你不礼貌。哎呀，你也别觉得我是仗着你年纪小就在骗你，良师难寻啊！尤其是像我这样优秀的文武全才，更是100年都难得一见的。为什么九弟总能在我觉得他已经很不要脸时，还能说出更不要脸的话？你们再聊。表弟，你为何看起来快哭了的样子？
九弟刚刚不会在欺负小孩吧？表哥，是陈毅不对，陈毅没有哭，陈毅想拜九殿下为师。不是，你们这什么情况？八哥，孩子大了，有自由选择老师的权利了。你看上我表弟什么了？没有啊，我这么文才兼备、有钱有权的人，能贪图一个小孩什么？你这是在污蔑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九弟啊，这柳家三房也就我表弟一根独苗，你可别去祸害他。八哥，我做事难道你还不放心？陈毅啊，刚刚我们怎么约定来着？你之后就要跟着我学习了，现在你要跟你表哥说什么？表哥，我今日就要跟着殿下读书，烦请你告知祖母一声。你怎么做到让我表弟这么听话的？柳陈毅暂时搞定，现在魏玉只等后面进宫谢恩完，再回来详尽安排后续。八哥，这会还早呢，对弈2局，咱老规矩。行，来吧。你行不行？哎呀，八哥，这时辰差不多了，父皇应该是在养心殿批奏章，我们赶紧进宫吧。早点搞完，趁着还没上班，能玩多久玩多久。九弟，懂事了啊？他是不是误会啥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看看这大门，我这心里就跟回娘家一样。乱讲什么呢？什么回娘家？进去看看俺们父皇都在怎么快活来着。这个弟弟是要不得了。二位殿下来的不巧了，陛下正在同丞相等几位大人商议国事呢，可能还需要些时辰。二位殿下不若去偏殿等等。既如此，那便有劳李公公等会儿同父皇禀明了。不妨事的，殿下客气了。等待过程中，八皇子就坐着闭目养神，魏玉则是瘫在榻上看绿茶小说，准备精进一下自己的茶艺，决心一定要查得他爹痛哭流涕，求着喊着给他放假。此去胶州，意在从暗中打下唐家。魏琛呐，你此番过去，切记谨慎为上，莫要打草惊蛇，叫益州那边察觉到动静。儿臣遵命，一定谨遵父皇嘱咐。丞相家二郎文武双全，朕会派他随你一同前，你二人正好做个伴儿。是，儿臣明白。禀陛下，臣愿意护送二殿下前去胶州。朕记得杜青侄子在羽林左卫担任校尉，就让杜青侄子带队一同前往吧。怎么陛下老是不同意，让我出去带兵打人呢？陛下同大人们已经商议完了，二位殿下可以过去了。你兄弟二人如今也开府自居了，日后住在宫外，可别惹是生非，当勤勉度日，为人主之辈。八皇子已经在领命说好了，魏玉见状也只能随之应声。哼，臭小子不服又怎样？过几日还不是得来乖乖上任？头顶发凉，肯定是老头子又在盯着我了，不怀好意。所以老头是不是晚年秃顶，所以嫉妒我头发多了？这臭小子，行了，回去吧。九弟，我要去五哥府上，你要一同去吗？我不去。好吧，那你先下去，我去五哥府上坐坐。大庭广众下把亲弟弟赶下马车，禽兽啊，走吧，今儿我被八哥伤了心，咱们回府牵马去郊外的庄子里玩去。殿下，咱现在去。是啊，不现在难道还晚上啊？可是现在都未时末了啊，就算骑马去，一来一回至少2、3个时辰，回来时肯定宵禁必成了，怎么回来啊？人生在世，还是要来几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方生啊，你还年轻，悟不透没关系，跟着殿下我，你日后慢慢就会懂的。头一回被年轻人说能听。从官道到小道，一路走走停停，中间还询问了过路的2个樵夫，一行人这才找到了庄子所在地。如今正值秋收时节，魏玉骑在马上放眼一望，尽是一片金黄之色，依稀可见有不少农户在田地里忙碌着。这种秋收之景，对于生产力低下、粮食短缺的古代而言，见之难免会让人欣慰喜悦。殿下，小心！什么人？滚出来！小声点，不要吵了，你们要被拐子发现了。几个孩子而已，把刀收起来，别吓到他们了。我这么才貌双全的人，哪就像是拐子了？男人在郊外游玩时，却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田间俱是衣不蔽体、脸颊干瘦、背脊佝偻的佃农，而一旁玩耍的孩子，那更是连衣服都没有，浑身皮包骨头，很明显是长期处在饥饿之中。然而当地的店主却是肥头大耳，一身富贵锦衣，他知道
在这个世道，这便是众多普通百姓的写照。但他到底是做不到冷血无情，看到有人受难，总是忍不住想要管辖闲事。殿下，可是有什么不妥？殿下可要追？估计是庄子里农户的孩子，不用管，反正早有人去报信了。那是庄子管事，吃穿也过于滋润了吧？在下何勇，此地是贤王名下的庄户所在，不知几位是何人，来此有何贵干？这位便是贤王殿下。草民拜见贤王殿下，是草民眼拙，不知殿下前来，还望殿下恕罪。起来吧。谢殿下宽恕。草民不知殿下今日前来，庄上什么都还没准备呢。殿下今日来可是有事要吩咐，草民一定给殿下办妥。这些都是庄上的佃农。是，都是庄子上的佃农。庄子收租是几分？佃农一户是交租7成，这是从前公王殿下定的。7成租确实能将正常人磨得骨瘦如柴，但这其中何勇还有没有中饱私囊，魏玉暂时还不清楚，他需要后续找方生调查一下再做决定。这处后还有3个孩子，你们把衣服脱了，将孩子抱进庄子里。这还请殿下见谅。行了，本殿下要去庄上看看，你带路吧。是。一路上知道魏玉对庄子不熟悉，何勇就在给他介绍庄子上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你对这庄上的一切倒是如数家珍啊！殿下夸赞了，草民是这的管事，在这庄上已待了20多年，对这庄上的一切很难不知道的多一些。若是换一个人来做，想来也是一样的。既然这人对自己做管事这些年所作所为毫不心虚，那之前得知我身份时，又为什么会表现出慌乱？有问题呀！殿下可要见见庄上的人？不用了，你将这5年庄上的账本都拿来就行。等人一走，方生便将之前有佃农悄悄离去的事告知给了魏玉。这是去通风报信了。方生啊，这就咱们2个人，你给我交个底，要是让你们10几个对付这庄上的所有人，能不能保证你家殿下我的生命安全啊？殿下，属下觉得您要的是以一当百的真身，而我等不过凡夫俗子。你直说你们做不到不就成吗？这庄子上藏的有秘密呀，也不知道是什么，希望是不大，不然弄起来麻烦。殿下，庄上5年的账本都在这里了，请您过目。先放这吧，本殿下要在这住上2天，你先下去收拾吧。殿下要在这儿住下？怎么不方便？不，殿下肯在此歇下，那自是我等荣幸。草民只是觉得庄上简陋，担心殿下金樽玉体，恐不适应，会怠慢了您。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本殿下不是那种骄奢淫逸、不好伺候的人，你派人将马照顾好就行。是。下去吧。方生啊，你家殿下现在遇到困难了，该你表现的时刻到了啊！你说你该不该给你家殿下分忧解难啊？殿下，属下不识字。殿下，其他护卫识字，属下可以将他们找来帮您看账本。行，那你将会识字写字的找过来，不会看账本也没关系，我教他们，顺便再找何管事要些纸笔墨。50的记账方式繁琐且累赘，旁边还必须配一把算盘，这样才能算得清楚。要魏玉自己来看账，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只好给众人教学现代阿拉伯数字和表格相匹配的新型记账方式。哎呀，看清楚没？我真是服了你们，数位进制都搞不懂，一个个笨的啊！你们真是我教的最差的学生了。还好我聪明，不然被骂的人里还得加我一个。牛伯，要不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不然要是被那个王爷发现了，何管事肯定会受罚的。是啊，何爷爷肯收留我们这么久，还给我们吃的，已经是个大好人了。我们不能让何爷爷受罚。石头、柱子，你俩去收东西，我们赶紧离开。大话啊，我们过来就是想让你们先别下山的。这片山头也是贤王的地盘，你们不是庄上的农户，要是被贤王的人发现了，那可就糟了，说不得会把你们拉去监管，还会让你们卖身迁妻啊。是啊，这山上又没什么好东西，除了我们也不会有人来了。只要你们不下山乱走，那贵人们就绝不可能会发现你们。这不都发现了吗？可是何管事那边，何管事不会有事的，管事是好人，对庄子又尽心尽责。那个贤王这次过来，肯定是查账巡视的。只要那贤王没有眼盲心下，
肯定就不会把河管事换下来，也不会罚他的。当然是只要你们不被贤王的人发现了。这仨人之前鬼鬼祟祟的，还以为能办个大事，搞半天就是河管事自作主张收留了几个无家可归的乞儿，担心殿下责备，拉他们谏官牵妻卖身，瞎操心。李13又听了会儿，然后他就知道另外一个佃农在洞里做什么了，竟是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看病换药。这庄上居然还有佃农会诊病医人，那不就是大夫吗？可一个大夫怎么会成为佃农呢？难道是被迫？你确定是河管事收留的？属下确定，属下在附近听了半晌，很清楚的听到那些小孩就是那么说的，他们对河管事的安危很上心。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相当叫人不可思议啊！我还是没想明白啊！你瞧我像是个不近人情，会拉无辜受难百姓去见官，还强迫他人卖身迁妻的恶霸吗？我刚刚还叫护卫脱了衣服去抱孩子，他们难道没看见？殿下，属下瞧了不管用，您得让农户们瞧见了才行。殿下，属下自请再去周围巡视一番，替殿下查明原因。哦，你很有前途，方生，你快睁大眼看看呐！你瞅瞅人家，你说你能不能跟着人家学学？你很不错，叫什么啊？我得记住你的名字。回殿下，属下没名字，请殿下赐名。啊，没名字？那别人是怎么称呼你的？以往只有排名，属下已对13名，人称以13。有了，不如你以后就叫萧13郎。方生，他这背影怎么看起来很是凄凉幽怨啊？萧13郎不好听啊。殿下，您满意就好。方生呐，你家殿下，我现在很是愁啊，身边一个懂我的人都没有。我觉得以13不错，以后把他调到本殿下身边伺候着吧。是，殿下。你这人可真是一点意思都没。算了，你晚上去做梁上君子，看下河管事有没有什么小秘密吧。殿下，属下能问问，您为什么能把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说得如此坦然吗？去，不该问的别问。调查的怎样？回殿下，庄子上佃户一共37家，其中有34家住在庄子的西边，另外3户，一户挨着东边鱼塘，一家4口看着鱼和鸭圈，一户只有一个官夫，也住在东边看着鸡圈，还有一户是爷孙2人，住的是山脚下。那老爷子就是之前给山上孩子看诊的那个，他的孙女是之前躲在树后跑走说要去告状的那个。那老爷子为什么住在山脚下？是方便上山寻草药？他佃农不种田的，那该怎么交租啊？不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吧？说吧，瞧你这胸有成竹的样子，肯定知道原因。